还有5个大佬舅舅，但他却不自知。直到母亲临终前担心女儿没人照顾，才告知他。第2天放学，唐茵茵按往常一样走出幼儿园，但这次她没有选择独自回家。怎么了，茵茵？这次你不是一个人回家了吗？张老师，昨天我妈妈说会有舅舅来接我。这样啊，那真是太好了。茵茵的妈妈已经癌症晚期，也没有爸爸，如今她妈妈病倒了，都没有人来接茵茵放学了。小小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好，请问你是茵茵的舅舅吗？男人连连摇头，不，我不是。既然你不是，那你抱着茵茵干什么？你没看见你都快把茵茵吓哭了吗？保镖，把茵茵放下。先生，请问您是？我是茵茵的舅舅。我一直以为妈妈说的舅舅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没想到居然这么牛。舅舅，抱抱。商游听见茵茵叫他，便伸手将她抱起。张老师，他就是我的舅舅没错，管他是不是亲生舅舅，我之前的生活太悲催，先抱上大腿准没错。既然你是茵茵的舅舅，没等张老师的话说完，又走来4个身份不凡的男人。我们都是茵茵的舅舅。我家不是一贫如洗吗？这突然冒出5个精英级别的舅舅，我这小心脏怎么受得了啊？舅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你啊？茵茵，我叫商游，是你姥姥在外面生的孩子。35年前，那时候你的姥姥家里很贫穷，为了维持生计，你姥姥卖掉了自己的5颗卵子。也就是说，当初我姥姥卖了5颗卵子，如今都成了大佬。现在的电视剧也不敢这么演啊！我们以前一直都有尝试联系你的妈妈，但是你妈妈拒绝了我们的帮助。现在她重病在床，才将你托付给了我们。你放心，从今以后你会过上完全不一样的人生。舅舅，那我妈妈呢？茵茵，你妈妈已经在今天早上去世了，她还给你写了一封信，现在还在医院里。咱们一同去见妈妈最后一面。1个小时之后，5辆豪车抵达医院。茵茵，跟着舅舅好好生活，妈妈永远爱你。看过了信，茵茵不自觉地大哭起来。茵茵不哭，医生说你妈妈去世的时候走得很安详。之后，商游向茵茵介绍了他其余的4个舅舅。茵茵也明白了5个舅舅都是有权有势的大佬。茵茵，等你回到帝都，5个舅舅会为期1个月轮流照顾你，你可以选择去谁的家里住。当然了，你不管选择去哪个舅舅家里住，我们都会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对待你的。好的。再三思考后，茵茵选择拜访的第1个舅舅，正是他较为熟悉的商游。茵茵，舅舅有一个比你大4岁的孩子，是你的表哥，你们肯定会相处愉快的。表哥？是的，他叫商直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总感觉自己这一趟有点羊入狼口的感觉。2个时辰后，商游带着茵茵回了家。欢迎先生和小小姐回家。这也太豪华了吧！富豪都是过着这样的生活吗？先生，舟车劳顿，晚餐已经准备好了。不急，我先带茵茵去看她的房间，看看有什么需要继续整改的地方。舅舅，这房间我很喜欢，你不用再给我整改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出去吃饭吧，估计你也饿了。爸，这小屁孩是谁啊？你个臭小子，怎么能这么说你表妹呢？我告诉你，她以后就要跟我们一起生活，你不准欺负她，听见没有？我去，这表妹的脸好 Q 弹啊！呜呜呜，好痛啊！臭小子，你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呢？你这个月100万的零花钱没了。茵茵乖，舅舅给你吹吹。爸，我只是捏了一下茵茵的脸，你就把我这个月的零花钱扣光，我要找我妈告状去。商游根本就没有理会儿子。管家，你去把药箱拿过来。茵茵不疼啊，一会涂了药，明天就好了。我爸什么时候这样关心过我？现在对一个小屁孩这么关心，好像他才是亲生的一样。等会我一定要向妈告状。妈，我爸欺负我。儿子，你爸他又怎么欺负你了？他为了一个小屁孩，把我这个月零用钱都扣了。听到此言，柳青立刻想起了前些时日商游跟他说过的唐茵茵。柳青最喜爱可爱软萌的女儿，却偏偏生了一个调皮的儿子，这是他一大遗憾。哎呦，我的小心肝，你总算来了。可是下一秒，他看见茵茵脸上有一道红印子，立马就炸毛了。商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心肝宝贝的脸上有印子？是不是你毛手毛脚伤着他了？舅妈，我没事的。茵茵，你这一声舅妈把我心都快融化了。但你这脸上的印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汤，这可不关我的事，是那臭小子干的，我也心疼的不得了。妈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等会再收拾你这臭小子。茵茵，你是什么时候到家的呀？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，我好去见你。舅妈，我是刚刚才到的。刚刚才到的呀？那看来舅妈回来的正是时候。茵茵的到来简直弥补了他想要一个女儿的愿望，他也愿把所有的温柔都给到茵茵。茵茵，看过自己的房间了吗？衣帽间里面的小裙子喜不喜欢？不喜欢的话，咱们就喊人来定做你喜欢的。定做小孩子穿的衣服，这也太奢侈了吧！小孩子身子长得可是很快的。舅妈，衣帽间里面的小裙子我都很喜欢，你不用定做了。喜欢也不打紧，咱们再多做几套，早上一套，晚上一套，上午一套，下午一套。小女孩就应该穿好看的小裙裙。我这舅妈还真是花钱能手，得亏舅舅能挣啊。先生，不然向小姐先用餐吧。好的，咱们茵茵也应该饿了。
茵茵，这是咱们家大厨专门给你做的菜，因为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所以我让他把自己的拿手好菜全部都做了一遍，你挑自己喜欢的吃。如果桌子上没有你喜欢吃的菜，你就只管说菜名，让大厨给你做。好，谢谢舅妈。看着眼前丰盛的菜，都是茵茵从来没有吃过的，茵茵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。臭小子，快给妹妹道歉！有5个大佬舅舅，你敢惹我吗？臭小子，快过来给妹妹道歉！表妹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，茵茵已经不痛了，我原谅哥哥了。行了，既然茵茵原谅你了，就坐下来一起吃饭吧。以后茵茵就是咱们家的小公主，你作为哥哥不能欺负妹妹，听到了吗？知道了。好了，那么以后咱们家就有2个孩子了，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。吃过晚饭，茵茵就睡下了。到了第2天，舅舅商游去公司了，表哥商芷去上学了，就只剩下茵茵和舅妈柳青了。刘姐，要不要一起去缙云寺祈福啊？柳青心里想去，但想到茵茵一个人在家里，便想留在家里陪她。但当茵茵得知此事后，她决定和舅妈一起去。茵茵，你怎么这么想去缙云寺呀？没有见过，所以想见一见。茵茵隐瞒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，因为去缙云寺可以给去世的妈妈祈福。这样啊，那舅妈就带你去见一见，寺庙里面还有和尚呢，茵茵应该没有见过吧？半小时后，汽车开到了缙云寺附近。茵茵，舅妈去那边请香，你就待在这别动，等会我来找你。好的，舅妈。茵茵人小，拿不到香，就闭上眼睛在心里祈福。没一会，一个身穿袈裟的老和尚走了过来。小施主，不知你有什么心事？我想给我妈妈祈福，我的妈妈已经去世了。小施主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请节哀。敬善方丈，看您主动和茵茵搭话，茵茵怎么呢？女施主，请问你是小施主的什么人？我是他舅妈。我看茵茵小施主跟佛有缘，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原身之人。这个是真的吗？施主请随我过来。10分钟后，算上一卦的敬善方丈开口说道：“此乃上签，你施主得此女娃，乃是你家中幸事啊。”为何这么说？茵茵小施主乃是天命锦鲤之人，此生大富大贵，心想事成。不知女施主家中是否做生意的？对，我家有做生意的。天命锦鲤之人对生意是有极大的好处，即便家中尚无家底，只要多等一些时日，定是大富大贵。若家中已经有一定的家底，那定会更上一层楼。听到此言，柳青开心的大笑起来。老衲见女施主穿衣并不像无福之人，既然如此，女施主不妨将小施主带着一同出入一些生意场所，定能有所意料之外的收获。妈呀，茵茵居然是个小福星，果然小庙就是好啊！柳青连忙拜谢了方丈，抱着茵茵就往外面走。她迫不及待地想告诉老公这个好消息，然而茵茵却没这么想。总感觉这方丈和那些装瞎子算命的人说的话如出一辙，我才不相信这些话。不过看舅妈一脸高兴的样子，我也实在不忍心打破她心中的美好。回到家后，柳青是抑制不住的开心，因为大富大贵的人家都比较幸福。茵茵，我已经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你舅舅了，等他下班回来，我们一家人定要出去好好庆祝一番。时间来了下午6点，茵茵的舅舅和表哥都回来了。儿子，你快收拾收拾，咱们今天出去大餐一顿。妈，我们家哪天不是顿顿大餐啊？今天可不一样，今天咱们家发生了一件大事情，值得庆祝一下。快去吧，到时候我再给你说。好吧。茵茵，今天玩得开不开心呀？舅舅，今天茵茵很开心。说着就朝着舅舅的脸上吧唧的亲了一口，商游高兴的都快要飘飘欲仙了。这表妹天生就是来跟自己争宠的吧？路上，柳青开始跟老公讲述他们今天在缙云寺的经历。老公，方丈说茵茵是天命锦鲤，很适合生意场所，要不然你试着把茵茵带去上班吧。那行，明天我就把茵茵带去试试。舅舅、舅妈，或许是那个方丈胡说的呢？怎么会呢？小宝贝，你是不知道那缙云寺的敬善和尚有多灵验呢？是啊，敬善方丈的确很灵，他说的话基本不可能有假的。叫不醒2个装睡的人，那我就选择闭嘴吧。10分钟后，车子在帝豪大酒店门口停了下来。这一家人也太亮眼了吧，俊男靓女的，一个哥哥一个妹妹，真是让人羡慕啊。舅妈，你给我包的虾真好吃。既然好吃啊，那舅妈再给你多包几个，不过可不能多吃，等会还要吃菜呢。舅妈，你也自己吃，别光顾着给我包虾。此时茵茵注意到表哥好像有点不开心。哥哥，给我加菜，我要吃肉肉。好你个小肉墩，竟还知道使唤人。虽然嘴上这么说着，但手里的筷子已经伸了过去，还不忘叮嘱的说道：“别噎着了，慢点吃。”看来自己这个表哥还是很爱护自己的嘛。此时茵茵突然亲了哥哥一口。谢谢哥哥给我加肉肉。商芷一下子就愣住了，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突然觉得自己有个妹妹也还不错。哥哥，我还要。好，我给你加。看来我家这个小魔王被茵茵征服了啊。
老公啊，你今天就带着依依一起去公司吧，看看昨天靳善方丈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。也好，咱们家来了这么一个可爱的活宝，带出去让他们羡慕羡慕。不过我今天有个会议，可能要让我们茵茵待在办公室玩一会了。终于可以去舅舅的大公司了，心里早就想去看看了。茵茵，这个牛奶是给你在路上喝的，你要是在公司饿了就给舅舅收，让他给你买东西吃，知道吗？好，我知道了，舅妈。行了，那你们走吧，我今天还要跟小姐妹一起去打麻将呢。说完，商游和茵茵就坐上车离开了。茵茵，等会舅舅到了公司就去开会了，可能要开很久，你就乖乖的在舅舅办公室玩好不好？舅舅再让一个阿姨陪你，你需要什么就给她说。阿姨就是舅舅的秘书。听到秘书二字，茵茵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但还是乖乖的说道：好的，舅舅。半小时之后，车子终于停了下来。当商游抱着茵茵路过前台时，众人都惊呆了。商总抱了个小女娃来公司了，你们说这不会是他的闺女吧？可是也没有听说商总夫人怀2胎了啊。丽丽，你该不会看错了吧？我才不会看错呢，不信等会你们自己看。茵茵，等会坐电梯上去后，我就先把你放在办公室了，等舅舅开完会再出来陪你玩好不好？我知道了，舅舅，你今天都嘱咐2遍了。商总这也太逆宠的吧，这还是我们的冷酷商总吗？刚刚这女孩叫商总舅舅，难道这小女孩是他的外甥女？胡说，是个人都知道商家一脉单传，如今也只有一个儿子。那这个外甥女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该不会是私生女吧？都看着我干什么？都不用工作了吗？不想上班的都给我收拾东西滚蛋！此话一出，众人都吓跑了。李秘书，进来一下。是，总裁。没过半分钟，一位漂亮的年轻女人就走了进来。这女人怎么穿成这样？她是故意的，还是说她想勾引我舅舅？这女孩第一次被舅舅带着去上班，不料却发现舅舅的秘书有问题，而此时女孩的舅舅却要去开会了。接上集，李秘书，今天你的工作就是替我照顾好茵茵，其他的你什么也不用管，要满足茵茵的一切要求，听懂了吗？是，商总，这女孩居然敢站在商总的座位上喝奶茶，定是来历不凡，指不定还真是商总的私生女。对了，商总，我还有一份文件我还没有给您。说完这句话，他故意弯腰把文件递给商总，且久久不抬起身子。他很清楚男人喜欢什么。看来这李秘书的段位很高啊，当着我的面都敢这么做，那背地里也不知道这个狐狸精是怎么吸引我舅舅的。舅舅，听到茵茵的声音，商友赶忙看向茵茵。怎么了，茵茵？你快去开会吧，等会早些回来。好，舅舅马上就去。李秘书本来还想在商游面前展示一下自己傲人的身材，可是居然被这个小丫头片子打断了。他眼神恶狠狠地瞅了茵茵一眼，然而茵茵很细心地发现了。小朋友，你是谁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这小丫头好没教养，怎么说话的呢？没想到商总的私生女居然这么拽。我有没有教养关你什么事？别忘了你只是个秘书而已。我是秘书又怎么样？你也只不过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丫头片子。既然知道自己是秘书，那就别啰嗦了，快出去给我倒杯水。李秘书正想要反驳，就见茵茵转过头来看着他。你别忘了我舅舅说过的话。茵茵搬出了商游来压他。李秘书咬了咬牙，转身走出办公室接水去了。太凉了，我不喝。公司只有凉的纯净水。那你不知道去烧水吗？这是公司，我去哪里给你烧水？这我可管不着，反正我就要喝热的。李秘书很是生气，不过他拿茵茵是毫无办法，只能端着水出去重新接。整个商氏集团都知道这个狐狸精成天都想吸引商总，但商总从来就没有上过钩。这人还是做好眼前的事情吧，不要去想那些有的没的，小心遭报应。这个贱人居然敢看不起我，等我把商总勾到手，我让你们全部都滚蛋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又将视线放在玻璃杯上。小丫头片子，既然你要喝热水，我就让你喝我的口水。喝吧，这一次是热水了。茵茵看着他一脸开心的样子，心里就知道了这水肯定是有问题，便假装要把水倒掉。你怎么要倒掉这水？我不想喝，既然你这么爱护的样子，那么你把它喝了吧。不，我不爱护，而且我不喜欢喝热水。不喜欢怎么行呢？反正我就要你喝。怎么，你不喝是因为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水怎么可能有问题呢？那你就喝啊。我去换一杯。李秘书说完这句话转身就想走。你要是敢走，我就去告诉舅舅。你不喝，我也去告诉舅舅。我就说这水里面有问题，然后让他把你赶出公司。听到茵茵这话，李秘书感觉7寸都被拿捏了，直接拿过水一口喝了下去。现在我喝了，你别去告状啊！看见李秘书这个样子，茵茵更加确定他这水里有问题了。李秘书，我要出办公室玩，你跟着我一起。你不去的话，我就去给舅舅说，让他把你开除了。我知道了。正当李秘书疑惑时，茵茵开口说道：李秘书，你干嘛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此时埋头工作的人也注意到了这边，这么多文件都掉到地上了，这可是今天小张好不容易整理的。李秘书这是干什么啊？是呀，即便小张只是个实习生，你也不能这么对别人吧？不是我做的，是他做的。
大哥哥，我没有。李秘书，人家还是个小娃娃，桌子都比他高，你这话说出来谁信啊？对啊，而且一看商总带来的这个小女娃就是很乖很软萌的那种，根本不像是他做的好不好？你还把锅甩在人家的身上。众人议论纷纷，让风评本就不好的李秘书雪上加霜。你们就不要骂大姐姐了，她很好的，还给我喝冷水。这个女人真是蛇蝎心肠啊，居然给这么小的孩子喝冷水。要知道小孩子的肠胃是最不好的了，万一这冷水喝了刺激到肠道，生病了怎么办？大家不要说了，茵茵没喝冷水，我本来想喝热水的，可是热水被大姐姐喝了，我就没喝。好一个能说会辩的丫头，年纪小小居然就会栽赃陷害，我给她倒了热水的，是她不喝非要让我喝了，你们不要相信她的话，她在骗你们。你这说话也不打草稿的，人家一个小孩子哪里会骗人？我看你就是被揭穿了，恼羞成怒了吧？现在李秘书就是有8张嘴也解释不清楚了，整个办公室的人都站出来指责李秘书。哼，你们都在干什么？这里是公司，不是菜市场，吵什么吵？要吵架给我滚出去吵！舅舅，我好害怕，舅舅抱抱。怎么了，茵茵？是谁欺负你了吗？不哭不哭，咱们茵茵是小天使，哭了就不好看了。见到茵茵不肯说话，商游就将视线转向众人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李秘书刚准备开口说话，就被后面的人抢先了。商总，您是不知道这个李秘书有多过分，给小女孩喝冷水，把热水自己给喝了。他撒气还拿小女孩撒气，把桌子上的文件全都拍到地上，然后说是小女孩做的。真是气死我了！这群蠢货，现在我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商总，我真是冤枉啊！您别说这是您的私生，哦不对，是您的外甥女了。即便是一个陌生的小孩子，我也不会这么做的。那你没给我倒冷水吗？你倒的热水不是被你喝了吗？此时的李秘书哽咽住了，愣是一个字也没说出来。舅舅，你看他这么对我，还不承认。说着，茵茵这哭戏说来就来，把商游急坏了。茵茵不哭啊，他居然敢这么对你，舅舅肯定会帮你惩罚他的。你再哭的话，舅舅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之后，商游就一脸宠溺的抱着茵茵回了办公室。我看商总对那小娃娃的样子，估计某人要惨了。自作孽不可活，我看就是活该。众人奚落了几句李秘书，就都去忙自己的事情了，只留下李秘书一个人站在原地。他不知道商游会用什么样的法子来惩治他。在办公室里，商游总算费了9牛2虎之力把茵茵哄好了。哄小孩绝对是我打过的最难的一场仗，我家老婆真是辛苦啊。此时李秘书坐在他的位置上，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，他打算以退为进，装作自己要辞职，看看商游是什么反应。然而此时商游走到了他的跟前。这小女孩第一次去参观舅舅的公司，却发现有女秘书对舅舅有想法。小女孩果断对其出手，接上级。李秘书，下个星期有个酒局，你跟我一起去。商总居然没有惩罚我，还想着带我去参加酒局，果然这么多天的吸引，他终于是对我按捺不住了吗？我知道了，商总，到时候记得打扮漂亮一些。好的，商总，看来商总是真的对我有感觉，说不定这个酒局就是他对我下手的一个借口。李秘书是越想越美，整个人就如同中了500万彩票一样笑个不停。之后商游回到了办公室，又是对着茵茵再三保证，一定会给茵茵出气。茵茵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总算替舅妈把这个烦人的狐狸精解决了。舅妈对我这么好，我也只能替她做这些事来报答她了。商总，今天晚上在碧落有一个拍卖会，是半个月之前就预定了的。这些天事情太多了，都忙忘了。那行，你去安排车吧。茵茵，你想跟舅舅一起去参加拍卖会吗？好啊好啊，我也可以跟着舅舅长长见识。听到茵茵回答的轻快，商游满意的点了点头。今天一下午，茵茵在办公司都很乖，一点都没有打扰商游工作。这个不知死活的李秘书竟敢欺负我的茵茵，看我之后怎么收拾你！既然你想攀附有钱人，那我就成全你。茵茵，你在公司待了一下午，饿不饿了？等会舅舅带你去吃好吃的，然后咱们再去拍卖会。茵茵确实饿了。那茵茵想吃什么呀？我想吃肉肉。既然茵茵想吃肉，我记得城西有一家非常好吃的烤肉店，等会舅舅带你去吃好不好呀？好耶。然而此时办公门口处，几个女的正在议论李秘书。你们说商总会怎么处理这个狐狸精？我估计最差也是开除吧。我觉得也是，看商总这么喜欢那小女孩，怎么可能不收拾那狐狸精？恰巧这时，李秘书神采飞扬的走了过来。哎呀，恐怕要让某些人失望了。商总并没有开除我，还邀请我下个星期跟他一起去参加酒会，这代表了什么？恐怕你们比我清楚吧。看着几个女员工脸上惊讶的表情，李秘书心里万分得意。我说过，等我上位，我一定要把你们这些女的全部开除。说完，李秘书就开心的离开了，而这一众女员工直接傻眼了。临近下班，商游带着茵茵走出办公司，在路过秘书办的时候，茵茵看到了满脸笑容的李秘书依然坐在自己的工位上，顿时就气得跑开了。怎么了，茵茵？怎么从办公室出来就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啊？我不想跟舅舅说话。果然，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居然都不开除那狐狸精，难不成是因为舅舅真的看上他了？此时的商游看到茵茵这副模样，又是一阵头疼。然而茵茵不知道的是，商游之后给李秘书的惩罚可是比开除还严重。茵茵，你怎么了？
是舅舅哪里不对，舅舅给你认错好不好？之后一路上商游都在变着法的哄茵茵开心，然而都没有用，因为茵茵已经在心里笃定了，舅舅就是看上狐狸精了。我一定要把这件事给舅妈说，让舅妈来收拾那个狐狸精。两人坐上车后，商游因为哄不好茵茵，整个人都郁闷了，而茵茵也不搭理舅舅这个大猪蹄子。直到商游带着茵茵吃了一顿烤肉后，茵茵才勉为其难地说道：“舅舅知道自己错了吗？舅舅知错了。那舅舅你错哪了？动不动就问错哪了，果然女人都是一个样的，这是不论年纪大小。我要是知道自己错哪了，不早就将你哄好了吗？看来舅舅还是不知道自己错了，那就等回去让舅妈收拾你。”这可如何是好？这一趟把茵茵高高兴兴的带出来，要是憋着一肚子气的带回去，我老婆肯定要发飙的。商总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该去碧落拍卖场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茵茵还跟舅舅去拍卖场吗？去，当然要去。我这人可是把事情分得很开，晚上回去我再跟你生气。之后他们便坐车去了碧落拍卖场。今天碰到老朋友了，盛总真是幸会啊！那说明我跟商总真是有缘啊，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有缘，我们都把家里的小朋友带来了。两个大人你一句我一句的交谈，两个小的也没有安分。小哥哥，怎么了？你长得好帅啊！听到小女孩夸他，小男孩害羞的扭过了头。哪有女孩子这么直白的？不过她也挺可爱的。大家好，我是今晚拍卖会的主持人灵儿，接下来拍卖会正式开始。之后主持人就对着第一个拍卖品一顿介绍，然而在茵茵看来，那就是一个普通花瓶子。真不理解这些有钱人，花费上百万就为了买个花瓶子，真是吃饱了撑的。之后茵茵连着看了好几个拍卖品，茵茵都觉得无趣，但她觉得举牌报价这个环节倒是挺好玩的。舅舅同意后，她便担任举牌报价人。这个玉镯还有更高价吗？我出100万，我出200万，我出300万，价格来到了300万，请问还有人出更高价吗？我出500万，我出700万。既然你都出到700万了，那我不要了。舅舅，这个环节好好玩啊！合着他就是来玩的，本来我花300万就可以给女朋友买到了，害我白白多花400万。各位来宾注意了，接下来的这一展品可大有来头，此乃非常罕见的千年火灵芝，起步价1500万，2000万，2500万。舅舅这是干什么？这火灵芝虽然金贵，但若家中没有病患，买回去也没有任何意义，还不如让有病患的人买回去。几轮报价下来，价格已经被盛总喊到了6000万。盛总，你也看中了这火灵芝？商总，我家中尚有患病的亲属，所以买一个回去。既然盛总有需要，那我就不争了。我买回去也是用作收藏，卖它一个顺水人情，更利于以后商业合作。最终火灵芝由盛总拍到。朋友们，此件拍卖品将是我们此次拍卖品的重头戏——翡翠原石。大家都懂赌石界一刀穷一刀富的行业规矩，而这是一枚完整的原石，起步报价1000万。看着这黑不溜秋的石头，谁都不敢当第一个冤大头。然而茵茵却看到石头一直冒着绿光，茵茵揉揉眼睛，还是发现这石头在冒绿光。此刻她想起敬善方丈说过它是天命锦鲤，顿时她笑了。商总如何看这块原石？我商某人没有赌石的爱好，就不插一脚了。是吗？我这次来也只是为了火灵芝，对这原石也不太感兴趣。听着身旁两个男人的对话，茵茵心里犹豫不决。毕竟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1500万，2000万。听着这价格越来越高，直到在5000万的时候停了下来。毕竟此时在跟风险太大，但茵茵终于下定了决心。舅舅，怎么了，茵茵？舅舅把这个拍下来。茵茵是对这个感兴趣吗？舅舅，你听我的，拍下来肯定没错的。此时商总有些犹豫，不是他不肯，而是万一成了冤大头，这里有太多人会在心里笑话他。舅舅，舅舅，你就听我的吧。为了茵茵，一切都值得。我出6000万。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报价，这块石头就被商游拍走。这商总真豪气啊！如今这商界，怕是也只有商总的人敢用6000万拍一块黑不溜秋的石头了吧？这也是有史以来最贵的赌石记录。所有人议论纷纷，此刻茵茵心里也紧张万分。对小女孩只是看了一眼台上的石头，舅舅就以6000万的价格将它买了下来，而舅舅只是为了买茵茵一个开心。接上集，商先生，这块原石已经是属于您了的，您可以决定是否现在切开查看。茵茵，你觉得呢？舅舅，现在就切开看看吧。那就听我外甥女的，切开看看吧。好的，请您稍等一会。之后主持人就把蔡老先生请出来切石，他也算是赌石界的一名泰斗了。老爷爷，您就从这里开始切吧。小娃娃，你可不要乱说啊！这切石也是有一番讲究的。我才没有乱说。茵茵，你为什么想切那个地方呢？舅舅，你看那个地方是翡翠原石的唯一一处犄角，切了那个地方正好可以开出一点废料。我大概看了一下，那切下来的废料还可以做一个小挂坠，一点也不浪费。10分钟后，工作人员测量完毕，他们测出切石的地方正是茵茵指出来的地方。没想到还真被这小女娃说中了。小女娃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就是一眼就看出来啦。没想到这女娃还是一个小神童呢，5岁女娃一眼就能够精确的看出原石下刀的地方，这可是干了大半辈子切石老师傅才有的功底呀，真是了不得。之后蔡老便吩咐工作人员开始切石，不一会功夫就切下了一块5公分左右的小犄角废料。
这居然是帝王绿！蔡老先生，你看准了吗？看准了，看准了！老夫入行几十年，这还是第一次开出如此巨大的帝王绿翡翠。听到蔡老的话，商友也不淡定了。这次可算是捡到大宝贝了。茵茵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可真是我的锦鲤小福星呢！众人听到商游的话，都是满脸疑惑。商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难不成是这个小女孩让你拍下的翡翠原石？没错，正是我外甥女让我拍下这翡翠原石的。若是没有她，我对这个根本就不感兴趣。商总，您的外甥女是老夫从业几十年第一个遇到的神童，这或许就是老天爷赏饭吃，真的是百年难得一见呐！众位可能还不知道，我外甥女曾被缙云寺的净善方丈算过命，方丈说她是天命锦鲤之人。天命锦鲤？难道说这小女娃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原石是满绿，所以才让你拍下的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还得问茵茵。茵茵，你真的是之前就能看出吗？舅舅，我就是看见这个石头一直在冒绿光，我才叫你买的。此言一出，全场都震惊了。这也太牛了吧！这石头谁看都是黑不溜秋的，他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我觉得这太玄乎了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在质疑我的外甥女吗？商总，这倒不是，我们就是觉得有些太玄乎了，说出来都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。什么叫做玄乎？你们肉眼凡胎看不出来，就以为别人也看不出来吗？我家茵茵可是天命锦鲤。这些人被商游一顿怼，现场的气氛瞬间就冷下来了。舅舅，你别生气，生气就不好看了。好，舅舅不生气，也犯不着为他们这群人生气。茵茵今天给舅舅开出了这么大一个惊喜，舅舅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没想到商界的冷面阎王居然还有这么温情的一幕，可不是嘛？我都感觉自己在做梦。此时茵茵突然看向这边，既然你们不相信我是凭眼睛看出这翡翠绿石的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这时站在一边的蔡老先生在心里犹豫了一会，终于咬了咬牙开口说道：商总，既然如此，不如就让小女娃去参加3天后的品石大赛吧，那可是赌石界含金量最高级别的大赛。不可，茵茵是我家的小公主，不能这么小就出去抛头露面。老爷爷，我愿意去。舅舅，你放心吧，我会证明给他们看，我是真的能够看见石头发光的。可是舅舅，没关系的，反正我在家里也没什么事情做，正好出去见见世面。蔡老，那我3天后带着茵茵去参加这个品石大赛。商总，这样还不行，恕老夫直言，非我赌石界的人不能参赛，您只能让小女娃拜入我蔡氏门下才可参赛。听到此言，商游觉得自己听到了一个好大的玩笑。你是得了失心疯吗？你凭什么让我的外甥女屈尊降贵的拜进你的门下？听到商游的这番话，蔡老感觉有些难堪，但他还是用激将法说道：既然要参加品石大赛，就必须要这么做，否则这小女娃就是瞎蒙的。老爷爷，我都可以拜入你蔡氏门下也是可以的，就这样做吧。茵茵，你不必这样的。舅舅，没事的，你相信我。好，那茵茵女娃，我们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两人的约定就此生效。而今天开出的帝王绿翡翠，商游打算定制成6件套的首饰，以后作为茵茵的嫁妆。离开拍卖场后，商游和茵茵就一起坐车打算回家了。茵茵，今天开不开心啊？茵茵不开心，别以为我会忘了公司李秘书的事情，一会我一定要回去向舅妈告状。茵茵还在生舅舅气呢，舅舅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对？舅舅改还不行吗？舅舅，我才不管你呢，等回去让舅妈好好收拾你。完了，我这老婆发起火来可是很恐怖的。舅妈，哎呦，我的小宝贝可算回来了，怎么样呀？今天跟舅舅玩得开心吗？舅妈，我告诉你一个事情。商友，你给老娘滚过来！茵茵，你表哥在2楼玩耍，你先去找他玩吧。好的，舅妈。商友，老娘竟不知道你现在胆子这么大了！公司那个李秘书的事情，你给老娘好好解释一遍，解释不清楚，今天晚上你就滚出去睡。老饕，我发誓，我真的跟那个李秘书没有任何关系的。之后，商游向柳青解释了自己准备处置李秘书，而且保证这辈子只爱老婆一个人。而柳青看到商游这么一副虔诚的模样，在心里便姑且相信了他。明天老娘就去手撕了那个贱人，实在是可恶，竟然敢勾引我老公！这小女孩发现李秘书对舅舅有想法，果断回家告诉舅妈。舅妈当即决定明天一早就去舅舅公司。接上集，茵茵，今天舅妈就带你去手撕绿茶。好耶，我可是早就很期待了。之后，舅妈和茵茵就坐车一同前往舅舅公司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请问您有预约吗？怎么，我自家的公司我还不能进去了？原来她就是总裁夫人。夫人，您请。小张，你连个文件都打印不好，你还能做好什么事情？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简直就是个饭桶。李秘书，我前天才刚来实习的，
舅妈，就是这个女人，她就是那个李秘书。我许久没来过公司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总裁夫人呢。你在干什么？没见到我正在训斥些人吗？你算哪根葱还敢管我？众人听见李秘书的话，纷纷一阵冷汗。这李秘书简直太飘了，今天正主来了，看他一会怎么完蛋。这李秘书没来多久，看样子还不知道眼前之人乃是总裁夫人。听茵茵说你就是李秘书，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就说我是哪根葱，本夫人到现在才知道公司来了你这么一号人物。本夫人，难道她是总裁的夫人？正当李秘书思考时，柳青上前便甩了一巴掌。这一巴掌是帮助你妈教训你，养你18年，你却整天穿成这样，盘算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这一巴掌是告诉你，本夫人从来见不得有人比我还嚣张。这一巴掌是告诉你，昨天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凭你的身份给茵茵洗脚都不配。柳青这3巴掌直接把李秘书打懵了，坐在地上久久都不敢吭一声。柳青就是要让这公司的人看看，动了不该动的心思是什么下场。10分钟后，李秘书连带着他的东西都被丢了出来，一个人坐在地上哭泣。茵茵，刚刚看得过不过瘾啊？过瘾过瘾，现在舅舅算是安全了，这狐狸精终于没法得逞了。之后柳青就带着茵茵去逛街买了。舅妈，其实我穿不了这么多的。茵茵，这你就不懂了，买东西仅仅是为了穿吗？有时候是为了赏心悦目，穿不了就挂在家里，看腻了就丢掉好了。有钱人都是这样生活的吗？之后茵茵和舅妈带着东西回家了，然而没过多久，蔡老先生就登门拜访了。你好，请问你是谁？老夫蔡东河，是来找你们家的茵茵小朋友的。找小小姐，那你先在这等等。小小姐，外面有个叫蔡东河的找您，请问您认识吗？蔡爷爷啊，认识他，您放他进来吧。那好，我现在就把他放进来。蔡老爷爷，您过来找我干什么？我不是已经答应您去参加品试大赛了吗？小娃娃，你虽然能够用肉眼看得见石头里面的成色，但是你并不能分辨出这是什么品相。要在品试大赛上取得名次，并不是这么简单的，你得跟我回去练习才可以。什么？你还要我跟你回去练习？说完，茵茵抬头思考了一会，她发现蔡老说的对，她只能看见颜色，的确分辨不出原始的品相。那好吧，我跟你去。见茵茵答应了，蔡老先生很高兴，正想着带茵茵离开，却被赶来的舅妈打断了。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想带茵茵去哪？看着舅妈一脸护犊子的样子，茵茵这才想起来，她忘了把拍卖会上的事情告诉舅妈了。舅妈，没事的，他是我跟舅舅在拍卖会上认识的老爷爷。接下来，茵茵将拍卖会的事情完完整整的告诉了舅妈。茵茵居然开出了罕见的帝王绿，茵茵，你可真是我家的小福星。舅妈，我过2天就要去参加品试大赛了，这个老爷爷是来接我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去吧，天黑之前要回来啊。就这样，蔡老先生就带着茵茵离开了。茵茵，其实我昨天邀请你参加这个品试大赛是有私心的。我蔡家世代都在搞这个赌石行业，但我这代之后就逐渐衰败了。我需要一个后辈来为我蔡家撑起门面，所以希望你可以伸出援手，为我蔡家出面争取名次。老爷爷，如果我没有拿到名次，你可不要怪我啊！就凭你看透石头的能力，怎么可能拿不到名次？这茵茵女娃是真不知道自己有多厉害。1个时辰后，蔡老带着茵茵来到一家宅院。有，蔡老头，你这是从哪领了个小娃娃回来啊？易老头，你少跟我嘴贫，老夫懒得理你。易老头和蔡老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，在蔡家也算是老师傅了。此时易老头看向茵茵，便用手指掐算了一下，此女孩竟是天生锦鲤命。随即他便跟在2人后面走着。10分钟后，正当蔡老开始收徒茵茵，易老头站了出来。蔡老头，你不地道啊！就这样哄骗一个小娃娃入你蔡家的门，简直就是道德败坏。易老头，你怎么说话的呢？老夫怎么道德败坏了？你看着这小娃娃懂什么？你3言2语就想骗他入你蔡氏的门，简直丧良心。易老头出了名的老痞子，蔡老先生说不过他，也懒得跟他争。你给我一边去，我这是在做正事呢。什么正事？我还不能知道了。你莫不是想让这锦鲤小娃娃代替蔡白鹤那臭小子去参加品试大赛？你什么能瞒得了我？锦鲤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好啊，你这痞子又用了禁术。说完，蔡老气得直接扭头看向一边，不想理他。反正现在我知道了，就不会让你胡来。我要成为这小娃娃的师傅。小娃娃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玉爷爷，我叫茵茵。好，那你以后就跟着我学，我当你师傅。爹爷，你可千万不要听他的。蔡老头，你这就不地道了。你已经有了蔡白鹤那臭小子当徒弟，还来跟我抢什么？再说，就你这个老顽固，能教会茵茵什么？赌石界的2位半壁江山，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，如今都在争一个小娃娃当徒弟。易老头，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此生不收徒，没想到今天竟然肯为了茵茵破例。你管我，我反悔了不行吗？哼！最终，蔡老先生拗不过玉爷，只能让玉爷把茵茵收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走来的少女是蔡家2小姐蔡白桃。白桃，你来的正好，这小女娃以后就是你师叔了。
什么？这么一个小屁孩居然是我的师叔？师叔祖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收徒弟了？说完，蔡白桃整张脸都难掩愤怒之色。当初蔡白桃就特别想拜玉爷为师，但是玉爷理都不理他，还说自己此生不再收徒。白桃，论辈分，你确实的叫这茵茵女娃一声师叔。我才不叫呢，他就是一个小屁孩。之后，蔡白桃眼神恶狠狠地瞅了茵茵一眼，便离开了。我站在这什么也没干，无缘无故瞪我干嘛？这女的真是莫名其妙。白桃这丫头心气是越来越高了。一老头，咱们走吧，我们先带着茵茵去一趟2楼。茵茵，你看吧，这就是你的师哥蔡老头的徒弟蔡白鹤，就是你刚刚见到的那个女孩子的哥哥。爹音，你是天生锦鲤命，自带好运气，带你来看看你师哥，就是希望你的好运气能够让他早点醒过来。医生说了，如果昏迷太久还醒不过来，就会变成植物人。听到此言，茵茵便走到床边。好看的小师哥，你一定要好起来啊！茵茵以后想跟你一起玩。三人在屋内。殊不知门外正有一个少女看着他们，此人正是蔡白桃。这个小屁孩来的真的太不是时候了，简直就是一个挡路石。蔡白桃跟蔡白鹤是同父异母，她从名义上讲就是个私生女，被别人看不起。半月前，蔡白鹤失足摔下楼梯，是蔡白桃故意推她下楼梯的，为的就是想代替她去参加品试大赛，然后拿得名次，这样她觉得就可以让别人看得起她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又来了个茵茵。这个茵茵算什么东西？既然你要挡我的路，大不了我就再下一次黑手，谁想阻止我去参加品试大赛就都是一个死。之后，蔡白桃冷笑了一声，就悄悄离开了。好了，我徒弟祈福完了，没啥事，我就把徒弟先带走了。你等等，你知道茵茵的作用吗？我是要让她去参加品试大赛的。我知道啊，可是现在我才是茵茵的师傅，所以我想怎么教她那是我的事，跟你蔡老头无关。告辞。说完，玉爷就美滋滋地抱着茵茵离开了。看着吊儿郎当的玉爷，蔡老虽有担忧，不过他也知道玉爷是不会耽误正事的。师傅，你还是把我放下来吧。茵茵，你这叫什么话？难道为师还抱不动你这个几岁大的孩子吗？师傅，你年纪大了，我怕把你累着，你快把我放下来吧。人老了，肚中用了，老夫就不勉强了。不过茵茵，你这第一天当老夫的徒弟，说什么老夫也得送你一个礼物。什么礼物呀，师傅？对小女孩被赌石高手收做徒弟，因年纪太大抱不动女孩，就打算把自己从小养大的宠物送徒弟。接上集，出来吧，小黑。此时一只魁梧霸气的黑豹走了过来，愣是把茵茵吓得不敢动弹。茵茵不怕，这黑豹是为师从小养到大的，已经被驯化了，这就是为师送你的礼物。虽然玉爷这么说，但茵茵眼里还是充斥着质疑，毕竟谁家正常养一只黑豹作为宠物啊？茵茵，从现在起它就是你的了，你过去伸手摸摸它。师傅，摸着好舒服啊！茵茵喜欢那就好，那从今以后让他驮着你走好了。另外，这黑豹还可以保护你的安全。师傅，他叫什么名字呀？为师不会起名字，以前都叫他小黑。既然现在送给你了，就由你来取名字吧。茵茵思考一会，随即说道：“那以后就叫他仔仔吧。”好，好，好，只要你喜欢就行。茵茵，你骑到他身上去，为师现在带着你去逛一趟市场。之后，玉爷带着茵茵来到了偏僻的地摊古玩市场里，给茵茵传授了一些经验之谈。然而茵茵很聪明，教的东西一顶就通。玉爷很欣慰，打算换一种方式。那师傅带你去实战一把。听到实战，茵茵一下子就来了兴趣。好啊，好啊，那师傅，我们接下来去哪？这里只是普通的市场，现在带你去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好货。对了，那个地方黑豹仔仔是不能过去的。之后，茵茵与仔仔告别后，便与师傅直奔经营会场了。然而二人刚到没多久，就碰到了玉爷的熟人。玉老头，我可是很少见你来这个地方了，怎么身边这小丫头是谁？老夫来这里不关刘大掌柜的事情，还请你让开。刘成冷哼一声，低头看向了茵茵。这小丫头片子长得还怪可爱的。茵茵被他的眼神吓到了，立马躲到师傅的身后。而这一幕被刚刚出门的朴氏集团 CEO 朴槿看到了，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。刘成，老夫肯叫你一声刘大掌柜，是给了你老爹面子，你可不要得寸进尺。两人在这边不小的争执，已经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。这个刘成生性淫荡滥赌，业界没有几个人看得起他。玉老头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我怎么就得寸进尺了呢？我这不就是瞧你身后的小丫头面生吗？想问问她是谁罢了，我还能有什么目的？她是老夫才收的徒弟，她叫茵茵，以前不是圈内人，你当然不认识。现在你知道了，还不快让开！玉爷说完这句话，就想带着茵茵准备离开，然而刘成却偏偏不依不饶。这看起来不过就是个小丫头片子罢了，你眼光什么时候降得这么低了？刘成，我不惹事，但我也不怕事。你说茵茵不过就是个小丫头片子，我这徒弟可比你要聪慧伶俐得多，不信咱就比试比试。玉老头，你可不要太看不起人了，我刘成再怎么样也比这5岁的丫头片子好了。
是吗？就你这样，我徒弟随便拿捏你。你想要怎么比？赶快开始吧。对了，行业规矩，输了的人要答应对方一件事，这个是自然。随即玉爷目光扫视了一下，开口说道：就这个摊位上面的原石，你们一人选一个，开出来品相好的人赢。这个比试比的是眼力，刚好玉爷想带茵茵尝试实战，现在就是个机会。玉老头，你别这么自信，我可不相信我会输给一个小丫头片子。然而在场看热闹的人也都不相信。朴槿看着那边的闹剧，但目光却一直停留在那个小女孩身上。蒲总，我立马安排人去疏散他们。不必，先看看再说。师傅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给你争光的。听到此言，刘成冷笑一声：你还真以为能赢过我？老子品过的屎比你吃的米还多，小丫头片子没点眼力见。大叔，你知不知道你有口臭？能不能少说点话？我都快要吐了。好个牙尖嘴利的小丫头片子，等会就让你输得哇哇叫。之后二人的比赛就正式开始了。这摊位上的原石从外观上看起来跟普通的石头没什么两样，但在茵茵看来，这里的石头都在冒着绿光。怎么这一批石头里面全都是带有杂质的，根本没有上次那种纯正的帝王绿，看来我得降低一下标准了。小屁孩，你能不能行啊？实在不行就认输吧，毕竟最好的一颗原石已经在我的手上了。然而茵茵根本就没有搭理他。老板叔叔，你可以帮我把这个拿出来吗？看着这么可爱的女娃，摊位老板心里也是喜欢的不行，立马就将茵茵指定的那颗小原石拿了出来。小屁孩，你以为这是在选玩具呢？你还要看大小吗？真是笑死我了。嘴臭的大叔，你今天是吃了大粪吗？真的好臭好臭啊！你家是不是在公厕里面啊？看来你家很穷，师傅，要不然我们施舍他一点钱好了，让他去漱漱口。我觉得这个可以有。刘成啊，老夫虽然没什么钱，但是给你几块钱去买牙膏牙刷的钱还是有的。这师徒俩一唱一和，硬是把刘成气得不行。行了，既然都选出来了，那就去切开看看吧。等切开之后，我一定要好好羞辱他们师徒二人。之后就请了个切石师傅开始切石。商友，是我。现在外甥女茵茵在哪儿？听我老婆说，茵茵下午被一个老头接走了，说是要去学什么赌石。赌石？这女孩还真是茵茵啊！你现在去给我买杯奶茶来。刘成，你这个属于翡翠 B 级。才 B 级，老头，你没看错吧？我在这里切了这么多年，难道还会看错吗？你这个就是 B 级，品相一般，打磨之后做个观音还凑合。我还以为会是个精神呢，结果就是个 B 级，估计是这里最差的翡翠品相了。草包果然是个草包。刘成听到他们的话，也是慢慢低下了头。我就不相信这个小屁孩开出来的会比我的好。那可不一定，你怎么能跟我这乖徒儿相提并论？正当刘成想要反驳时，旁边的切石师傅惊讶说道：这么小的原石居然能出来玻璃种，属实让我意外呀。什么玻璃种？天哪，这个小丫头居然开出玻璃种了！不可能，你个老家伙是不是看错了？我怎么可能看得错？不信你们看看。随即他将原石举起来，众人都见到了，那是很剔透的绿，居然真的是玻璃种，这次丢脸丢大了。大伙做个见证啊！我徒儿今日开出玻璃种之事，乃是他的出道之赛，日后还请大家看在老夫的薄面上，多多照顾。玉爷见外了，您的徒弟不就是我们大家的师侄吗？好说好说。这玉爷徒弟简直就是这行的神童啊！众人纷纷向玉爷祝贺，而一旁的刘成却绷不住了。你们都给我住嘴，我才不信呢！你们绝对就是在一起包庇这个小屁孩，一起做戏。他接受不了自己今天丢了这么大的一个脸，转身就想逃离这里。刘成，你想去哪？这比试你既然输了，按照规矩，你可是要答应我们一件事啊！哼，我现在就是要走，你们能奈我何？简直就是个无赖，现在居然连赌石界的规矩也不遵守了。给我站住！朴总，这怎么惊动朴总了？就在刘成与众人吃惊之时，茵茵大喊了一声舅舅，随即便跑向自己的舅舅。乖宝贝，你是不是来看舅舅的？不是，我是跟着师傅来的。这样啊，那舅舅可要伤心了。舅舅不要伤心。随即茵茵直接亲了舅舅一口，亲亲就不伤心了哦。众人看到这一幕全都惊呆了，玉爷也不例外。我这乖徒弟居然还有个这么牛的舅舅。刘成，怎么你说了想跑啊？这小女孩跟着师傅学习赌石之术，不料却被别人看不起。小女孩反手开出极品翡翠教她做人，接上集。怎么你说了想跑？看着朴槿那骇人的眼神，刘成不自觉地往后退了2步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规矩就是规矩，你好好遵守了便是。行吧，玉老头，我不，玉爷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你输给的是我家茵茵，不是我，你应该问他。姑奶奶，您想让我做什么？茵茵晃了晃小脑袋，发现没有什么想让这个男人做的。舅舅，要不你替茵茵想一个吧？好，
既然他这么看不起咱们茵茵，那就让他跪在地上，恭恭敬敬的叫我们茵茵一声小祖宗好了。这个惩罚真的是一点都不给刘成面子，而他偏偏没有拒绝的份，只能被迫接受。好，我做。下一刻就当着众人的面跪了下去，恭敬的开口道：“小祖宗。”听到此言，茵茵小嘴乐开了花。嘴臭大叔，你起来吧，记得回去漱漱口哦。刘成低着头从地上站起来，遭此一事，恐怕日后他很难再抬起头。行了，既然我外甥女原谅你了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只是以后我经营会场不再欢迎你的到来。虽然朴槿没有明说，但刘成心里明白，自己让整个家族的人都被封杀了。刚刚发生的一切被众人看在眼里，其中有一个眼尖的人认出了茵茵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前2日碧落拍卖会有一个赌石神童，花了6000万拍卖下一块翡翠原石，开出来是帝王绿，那个小神童好像就是茵茵。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想起来了。可是我记得那天跟这个小神童在一起的大佬，不是他舅舅上游吗？众人想到茵茵有2个大佬舅舅，个个都羡慕得很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样的舅舅茵茵有5个。茵茵，这几天跟商游舅舅生活在一起，开不开心？如果感觉不行，你就跟我回去住吧。当初5个舅舅都想第一个照顾茵茵，但是茵茵选择了商游，他们也只有眼红的份了。茵茵，舅舅家有很多好看的玉石啊，宝器什么的，亮晶晶的，还有发光的皇冠。等你去舅舅家，舅舅都送给你玩，好不好？此时茵茵想到自己戴上皇冠的样子，心里开心极了。然而朴槿就是想用这些来诱惑茵茵跟他回去。这时茵茵心里犯难了，舅舅，可是我现在住在商游舅舅家里，等我下一个去你家好不好？听到此言，朴槿有一些气馁，但心里还是很开心，打算送点什么给茵茵。从今天起，我外甥女茵茵在经营会场自由出入，现场所有东西随她挑选。算了，茵茵喜欢赌石，干脆舅舅把这经营会场送给你得了。这也太有钱了吧，真的好羡慕啊！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啊！然而令众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茵茵直接把朴槿拒绝了。舅舅，我不要，我只需要你满足我一个小小的愿望就好了。茵茵，你说舅舅什么都答应你？那个，我想下次来的时候能不能带着仔仔一起进来呀？什么仔仔？仔仔就是我的宠物，是一只可爱的大黑豹。请问黑豹这种生物能够跟可爱扯上关系吗？这有钱人的想法就是超前，别人养小动物都是养的小猫小狗，茵茵直接养黑豹。众人也是为茵茵捏了一把冷汗。茵茵想把仔仔带进来就带进来吧。好耶！随即茵茵转头看向师傅，师傅，下次我们就可以把仔仔一起带过来了。玉爷点了点头，眼神中满是慈爱。茵茵，我们出来也已经好一阵了，你该回去了。对，舅妈说了，要让我在天黑之前回去。舅舅，我要先回去了。舅舅可以把你送回去的。不用了，舅舅，我还要跟着师傅一起回去找仔仔呢。仔仔还在等我。舅舅，我们下次见吧。茵茵一离开，朴槿整个人就直接萎靡了，怀里奶香的小团子没了，快乐也没了。师傅，我们走吧。看着茵茵越走越远，朴槿忍不住的嘱咐道：“茵茵，下个月一定要来舅舅家啊，我们一言为定哦。”一言为定。离开之后的玉爷和茵茵来到路边打车，却发现公交站台下面有个流浪的小男孩，而他一直看着茵茵手里的牛奶。小哥哥，你是不是想喝这个呀？给你。茵茵把牛奶递给了他，可是男孩并没有接，而是警惕地看着他。小哥哥，我是好人哦，我不是坏人，你拿着喝吧，这是我舅舅给我买的，可好喝了。看着小男孩不说话，茵茵直接把牛奶放到了他旁边的长凳上。小哥哥，那我走了啊。正当茵茵要走的时候，小男孩不由分说地往茵茵手里塞去一个项链。我不会白白接受你的牛奶，这个项链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你一定要好好保管，我一定会去找你拿回来的。他话刚刚说完，就立刻跑走了。茵茵看着手里的项链，有些呆愣。茵茵，先上车吧。茵茵，你认识刚刚那个小男孩吗？师傅，我不认识啊，我看他好像很饿，我就把我的牛奶给他了，然后他就给了我这个项链，还说让我好生保管。玉爷手指在身侧悄悄掐指一算，一副慈爱的说道：“既然他给你了，那你就收着吧。”此时的玉爷算出那个小男孩跟茵茵有缘，并且缘分还不浅。茵茵看着手里的项链，发现上面刻着一个大大的字母卷，顿时茵茵心里觉得这好像不是一根普通的项链。半个时辰后，玉爷和茵茵回到了蔡家，远远就听见2楼七嘴八舌的议论着什么。这可太好了，蔡白鹤少爷醒过来了，可真是老天爷开眼啊！是啊，昏迷了这么久还能清醒过来，这就说明了咱们少爷有福。此时玉爷和茵茵走了过来，也听见了他们的话。白鹤那臭小子醒过来了。是啊，白鹤少爷醒过来了，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！玉爷，这小丫头是谁呀？他是我的徒弟，你们的师叔。师叔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没怎么。以后看到你们师叔，记得客气些，不要看他年纪小就无礼，否则让我知道了，看我怎么教训你们。是，我们知道了。见着他们恭敬不敢造次，玉爷换了一副慈爱的口气对茵茵说道：“茵茵，我带你去找仔仔吧，你也该回家了。”好的，师傅。之后茵茵和师傅便下楼出来，好巧不巧正好碰上商家的管家。小小姐，夫人让我来接您回家。管家爷爷，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小小姐，以商家的实力，想查到您的位置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。好吧，我现在就是要准备回去了，不过我要带着仔仔一起回去。仔仔是什么？一会你就知道了。师傅，你快把仔仔叫出来吧。出来吧，仔仔。
仔仔，一会你就要跟我回家了哦。看着这条大黑豹，管家心里是十分警惕的，但看到黑豹好像没有攻击性，他也就放下了悬着的心。小小姐，先上车吧，夫人还在家等你呢。好的。然而刚回到家，英英就带着一头豹子进入客厅，愣是把舅妈吓了一跳。舅妈别怕，它叫仔仔，是我师傅送我的礼物，我想养它。听到此言，舅妈心里犹豫了。对小女孩把大黑豹带入家中，把舅妈吓了一跳。舅妈别怕，它叫仔仔，它是师傅送给我的礼物，我想养它。英英，你不许胡闹，万一这种大动物失控了怎么办？舅妈，不会的，仔仔已经被师傅从小开始驯服的。好不好嘛？英英最爱舅妈呢。果然舅妈就吃这一招，这还没有一回合就败下阵来。好，只要不会伤着你，那舅妈就同意你养。谢谢舅妈。随即英英在舅妈的脸颊上亲了一口。下午6点左右，舅舅和表哥回来了，也是被眼前的庞然大物吓了一跳。茵茵，这大家伙是你带回来的？我师傅送我的。舅舅和表哥，你们不用怕，它很乖，不会伤人的。哦。这大宠物我喜欢，带出去玩一定很霸气。看来茵茵又多了一位护花使者。吃吧，仔仔。吃了我的东西，以后就要听我话哦。不早说。到了夜晚，茵茵在睡觉的时候闯进来一位不速之客。仔仔，不要叫，它只是一只猫而已，它可能是从窗户不小心来到这里。猫猫，你过来吧，仔仔不会伤害你的。猫猫，你怎么不小心走到我家来了？不过你放心哦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等明天一早我就把你还回去。能听懂话的宠物真好。该起床了，太阳晒屁股啦。哥哥，早上好。今天你没有去上学吗？今天是周末，不用上学的。对哦，看来我是睡迷糊了。仔仔，你饿了吗？我去给你切牛肉吃。这表哥眼里没我了是吧？算了，猫猫，跟我走吧，先带你去吃东西。小小姐，这只猫是从哪里来的？管家爷爷，这只猫猫是昨天不小心从窗户跑到我房间的。那这只猫应该是邻居的。我前2天听说我们这边搬来了一家人，也不知道这只猫是不是他们家的。管家爷爷，那你派一个人去问问吧，如果是的话，就将猫还回去好了。好的，小小姐，我马上就派人去问一下。哥哥，你就不能戴个手套吗？你手上都是牛血。你懂什么？就是要这样喂，才能喂得熟，是吗？仔仔，吐出来，不准吃。这也太听表妹的话，啥时候也能这么听我的话呀？你们好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请问是你们捡到了我的猫吗？哇，这小哥哥好帅啊！是我捡的，请问你是谁呀？我叫荣柱成，我是3天前搬来的。昨天夜里我的猫不见了，刚刚有个女佣来询问，说我的猫在你们家，所以我就来问问。是的，哥哥，那只猫在我家院子里。什么猫？哥哥，你早上就只顾着仔仔了，肯定没注意到还有一只猫猫吧？大哥哥，你是来带猫猫回家的吗？我马上去抱出来哦。想到眼前的帅哥哥，茵茵跑得飞快。管家爷爷，猫猫的主人来了。小小姐，您慢点，这猫我已经喂饱了，你把它带去吧。帅哥哥来了，我得打扮一下，戴上这好看的项链吧。猫猫，你跟主人回去吧。这项链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小女孩身上？帅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看到猫猫回来了，一时间太开心了。看到荣柱成这么看着茵茵，商指有点不乐意了。你带着你的猫快走吧。表哥，你不要说话这么冷漠。帅哥哥，你下次记得关好门窗，不要再让猫跑出来喽。看着茵茵喜欢猫的样子，荣柱成顿时有了主意。我看这猫挺喜欢你的，我也照顾不好这猫，要不我就送给你吧。我不要，我已经有仔仔了，我可是很专一的。那这样吧，这只猫就当做是我放你这里养的，毕竟我真的照顾不好。要不是你昨天捡到了，或许这只猫就会出现意外也说不定。你就答应了吧？那好吧。茵茵真没出息，果然拒绝不了帅哥的请求。好，那就拜托你了，我会不定时来看它的。少主，您刚刚去哪了？猫不见了，我去找猫了。怎么呢？属下找到那小子了，但是还是去晚了一步，他已经被君家的人找到了。废物，不过他回去了也不足为惧。他的项链如今在别人身上，没有项链，他就算回到了君家那又如何？君家的势力不会承认他。什么？他居然把项链给了其他人？这么重要的项链，君卓那小子居然肯给别人，真是让我意想不到。我会想办法把项链拿到手，你先回去复命吧。那猫呢？猫留在了带着项链的人那里，你再去买一只带回去给母亲。猫猫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要不给你取个名字吧？让我想想啊，有了，以后就叫你米米吧。到了中午，舅妈回来了。哇，好可爱的小猫咪！我们家怎么会有小猫咪在？舅妈，这是昨天晚上偷偷跑进我房间的猫，我给它取了个名字，叫做米米。这样啊，应该是邻居家的猫吧？是的，刚刚邻居来了，他说他照顾不好这只小猫，就给我们家养，然后我就同意收养了。舅妈，你不会介意的吧？当然不会了，这么可爱的小猫谁不喜欢？仔仔，你看舅妈很喜
喜欢米米，那你也得加油哦。到了下午，玉爷来接茵茵了。师傅，我们今天要干什么啊？为师带你去主宅。昨天那些小子们去挖了不少原石回来，后天就要去参加比赛了。今天就先练习一下吧。好的。之后，茵茵和师傅来到了蔡家鉴宝冢。易老头，今日训练茵茵，这长桌上摆放的原石是我亲自挑选出来的，成色都还不错。倘若茵茵今日能够将这些原石的品相全部答对，那么出赛取得头筹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。就这，对我徒弟来说还不就是小菜一碟？茵茵，去给他们小露一手。好的，师傅。此时蔡白桃站在一旁，一双眸子狠狠地锁定在茵茵身上。既然你是我的拦路石，我一定会想个办法除掉你。小师叔茵茵，您可以把看到的原石品相排序，用这个标签贴出来。我知道了。茵茵看着这些原石，不一会就将所有的原石都贴好了，但唯独剩下了2颗原石。这2颗原石，一个颜色十分的纯正，另一个看着好绿，但略微有点假。茵茵仔细地思考着，这可让茵茵犯难了。此时旁边的蔡白桃心里阵阵窃喜，这可是我花高价钱向一位专门做这些高仿假货的商贩买来的，目的就是为了让茵茵丢脸。只有茵茵失误了，我才有机会代表蔡家去参加品石大赛。师傅，我贴好了。我乖徒弟贴好了。蔡老头，你来鉴定开始吧。之后蔡老头开始鉴定，一个个原石接连切开。这一批原石的质量还真不错呢。直到第10颗的时候，茵茵犹豫地说道：蔡爷爷，这第10颗我感觉有些不对，这已经超出了我对原石的认知。茵茵，怎么不对？师傅，就是有些不对，具体的我也说不出。玉爷看向那颗原石，凭借多年的经验，玉爷一下就看出了这原石有问题。蔡老头，这颗原石你好好看看吧。蔡老头低头看去，他一眼看出了这颗原石分明就是个 C 货，属于人造产物。这就是个假的。师神，这批原石是谁着手放置的？给我站出来！在小女孩进行赌石赛前训练，不料原石却被人暗中调包，而在场的人都说不是自己干的。接上集，我是来帮助蔡家去参加品石大赛的，没想到蔡家里面还有人从中作梗，就是我干的，但你们又没有证据，能奈我何？此时一肚子火的蔡老在严厉的训斥众人，而茵茵只想离开这嘈杂之地。师傅，我们去看看师哥吧，不是说他醒了吗？茵茵，你跑慢点，小心摔着。小师哥你好呀，我叫茵茵。茵茵，你师哥现在还不能说话，医生说他的语言功能还没有恢复，我去给他倒杯水，你就在待着。好的，师傅。哎呀，是谁砸我？见没人回应，茵茵朝着石头扔来的方向跑去。哎呀，你干嘛？好啊，这一切果然是你搞的鬼。糟糕，没有推到他，什么是我？我可什么都没有做啊。我刚刚出来，你是不是想推我下楼梯？我可没有，你可不要血口喷人。这里只有我和茵茵2人，他也没有证据证明是我想推他，我怕啥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等着吧，报应迟早会来的。此时茵茵的大眼睛狠狠地盯着蔡白桃，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我都说了我什么也没做。茵茵，你在这干什么？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师傅，师叔祖，刚刚茵茵想把我从楼梯上推下去，把我吓坏了。这女的脑子瓦特了，说谎话都不带打草稿的。师傅，我没有。茵茵乖，师傅肯定会相信你的，这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茵茵才来蔡家没多久，他为什么要推你？没想到师叔祖现在居然会如此偏袒小屁孩。师叔祖，你不能这么偏袒这个小屁孩吧？他说没有你也信吗？小孩子最会骗人了。他是我徒弟，我不偏袒他，我偏袒你啊！反正我徒弟茵茵是不可能做这种事的。对了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应该在大堂吗？此时所有的门徒都应该在大堂受蔡老训斥的。我是上来看哥哥的。说完，蔡白桃转身就溜了。师傅，你对我真好。茵茵，你这说的啥话？难道为师还能看见你被别人欺负啊？不过今天这蔡白桃确实有些可疑。师傅，其实刚刚是他想把我推下楼梯。什么？他怎么干的？刚刚您去倒水了，之后就有人丢了一颗石子砸到我，我就出来看了看，然后他就想把我推下楼梯，但是被我发现躲开了。茵茵，这件事可不是一般严重的事情，你是怎么发现的呢？我是提前看见地上的影子了。之后茵茵给师傅详细说了此事的经过。现在我是知道了，看来蔡家有窝里横啊。小师哥，你好点了吗？茵茵心里总感觉你是被人推下楼梯的，那你是自己摔下楼梯的吗？茵茵，你忘了小师哥现在还不能说话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小师哥，如果你认为你是被人推下楼梯的，你就眨眨眼，反之就不要眨眼。臭小子，是谁推你下楼梯的？师傅，小师哥不能说话，得换个问法。小师哥，是不是你亲近的人把你推下去的？是的话，你就眨眨眼睛。是你的妹妹蔡白桃吗？这个问题也是玉爷期盼的。两人屏住呼吸，看着蔡白鹤的反应。
这个蔡白桃居然敢做这种事，虽然他是外室生的孩子，但是蔡家也不计前嫌把他接回来抚养，却没想到是个白眼狼。师傅，他应该是想去参加品食大赛吧？就他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为什么啊，师傅？他是一个外室所出，他虽然有蔡家的血脉，但终归是名不正言不顺，这辈子不能踏进赌石界，更不能代替蔡家出去抛头露面。出身不幸，现在还生出了这样的害人邪念，这下估计蔡家肯定是留不得他了。茵茵，今天的事情你知我知就好，千万不要给其他人说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师傅。搁一下。冤枉啊，蔡老先生，我怎么可能是调换原石的人呢？蔡渊，你说你冤枉，那你来给我解释解释，这颗人造或原石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是负责这件事情的负责人，你不知道谁知道？蔡元急得满头大汗，一旁的蔡白桃看着他给自己背黑锅，心里十分窃喜。蔡老，我想起来了，中途我在布置原石的时候，师妹蔡白桃来过一趟，那时候我刚好在布置原石，她过来给我送了水。师哥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怎么能冤枉我呢？我什么时候来找过你？师妹，你怎么能说谎了？师哥，这件事我可没有参与，你不要自己糊涂做了错事，还赖在我的身上。再说了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蔡白桃这一番话直接把蔡元问懵了，他这才看清了蔡白桃的真正嘴脸。你俩不要说了，你们其他人见过早上蔡白桃出现在大堂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来过大堂。我也不知道，没有一人看见，这下就毫无人证了。此时茵茵和玉爷站在一旁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出好戏。茵茵，我先送你出去吧，这件事我会跟蔡老头说的。好的，师傅。哇，管家爷爷、仔仔，你们这么早就来接我回家了啊？小小姐，上车吧，夫人叫我早点接你回去了。好的，管家爷爷，那师傅再见。茵茵再见。之后茵茵就坐车离开了，但没想到行驶一半，车轮胎被钉子扎破了。恰巧此时荣柱成刚好出现了，还是带着目的接近茵茵。是扎胎了吗？是的，可能是昨天天气原因，把一些尖锐的东西吹到路上来了吧。听到此言，荣柱成略带遗憾地说道：这样啊，那有点倒霉了。不过我们住得挺近，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忙的？管家犹豫地想了一下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们自己可以的。你是准备打电话吗？现在可能这附近都没有信号，听说昨晚是被闪电将信号塔劈中了，现在还在抢修。之后管家不信邪地拨打了一个电话出去，果然没有信号。现在我能有什么帮助你们的吗？管家跟司机不回去都是小事情，可是茵茵却不能。我和司机倒是没什么，就是茵茵小姐还在车里，那就麻烦你能帮我们将茵茵小姐带回去吗？等了半天，他终于等到这句话了。好，那我就帮你送送。那谢谢了，带小姐回去，我家夫人一定会好好酬谢的。他根本不在乎酬谢什么的，他只想跟茵茵独处。小姐，车爆胎了，现在联系不到别墅，您看您愿意跟这位小哥一起回去吗？可以的，管家爷爷，那我先走了。小家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帅哥哥，我叫唐茵茵。你姓唐？我邻居家不是姓商吗？那是我舅舅家。茵茵，那你为什么住在舅舅家？我妈妈生病去世了，她临终前将我托付给了舅舅。很简短的一句话，但却是茵茵心里一道还没有愈合的伤。茵茵，对不起啊，让你想起伤心事了。没事的，我知道哥哥不是故意的。荣柱成很想拿到茵茵脖子上的项链，但不知怎么了，明明他自己的家庭也并不幸福，却开始有点心疼茵茵了。帅哥哥，你是一个人住吗？对呀。那你为什么不跟家里人住在一起啊？因为我父母并不在帝都这座城市，而且我也是才搬来这里的。那你一个人住，都没有人照顾你吗？我习惯一个人了，有人围在身边不舒服。帅哥哥，既然一个人，那怪不得养不好米米了。谁是米米？我给猫猫取名叫做米米，以后哥哥可以经常来我家看它哦。看着茵茵天真无邪的样子，荣柱成一个冷漠的心在此刻略微有些松动了。好的，以后我会去茵茵家的。完了，要下雨了，管家爷爷怎么办？哥哥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啊？我们马上就到了。茵茵，别着急，看来今天是没有机会拿到项链了，还是改天再找个机会吧。唉，这都是什么鬼天气啊！你去屋里把暖气开开，等会茵茵就要回来了。是，夫人。这小女孩被5000万跑车送回家，把舅妈吓了一跳。接上集，茵茵，刚刚送你回家的人是谁？我不是让管家去接你了吗？舅妈，管家爷爷的车在路上爆胎了，刚刚送我回家的人就住在我们附近，是最近才搬来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我马上派一辆车去把管家他们接回来。之后舅妈就吩咐下人去接管家他们。茵茵，看这天气是要换季了，这种时候小孩子最容易感冒。我放了热水，一会舅妈给你洗个澡。舅妈，茵茵自己会洗澡，不用麻烦舅妈了。舅妈，管家爷爷平安到家后，你要给我说一声啊。茵茵心里很担心管家爷爷。好的，舅妈知道了，你快去洗澡吧。茵茵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。好耶。看我有多可爱，做你的小乖乖，我要你亲亲抱抱，开开心心去看。茵茵又在洗澡时唱歌了，这一点随我。妈，我回来了。
好你个小兔崽子，我让你出去带着伞，你偏不。现在好了，淋成落汤鸡了。阿姨好，我叫盛世，今天跟商芷一起玩，结果下起了大雨，就临时来您家躲雨了。盛世，没关系的，你爸爸和我老公是商业好朋友，你先在我家歇一歇，到时候我再派车送你回去。谢谢阿姨。为啥我妈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扯着嗓子吼，跟别人说话总是温声细语的？半个时辰后，茵茵终于洗完澡出来了。哇！小哥哥，我叫茵茵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上次拍卖会我坐在你旁边的。之后社交牛茵茵就跟盛世聊了很多，还一直盯着人家看，把人家小男孩都整害羞了。喝姜茶了，孩子们，这个可以去你们身体里的湿气。好辣，这个怎么这么辣？哥哥，这是姜茶啊，用姜的颗粒煮的，当然辣了。给你一颗糖，解辣吧。此时商芷嫌弃的看着奶糖，我才不跟你一样是小孩子，我才不吃奶糖。之后这颗奶糖就被商芷无情的丢到沙发上去了。然而半个时辰后，大家都不在客厅的时候，盛世把这颗糖温暖的放到自己的手中。咦，那么可爱，既然他哥哥不要，我拿着应该没问题吧？这小子是打小开始喜欢茵茵，以后也不知道和茵茵会是怎样的关系。到了第二天，终于雨过天晴，在茵茵家玩耍了一天的盛世被送回家去了，而茵茵的师傅刚好过来接茵茵去参加真正的品食大赛。然而茵茵刚到地方，就听到一阵悦耳的声音，反正我不走，我就要在这亲眼看看今天谁是初赛冠军。小姐，您就跟我回去吧，要是先生知道您又来了这里，他是又得生气了。茵茵，那个女孩叫秦小小，是这品食大赛周家主办方的女儿。师傅，为什么周家会有个姓秦的女儿？她是随着她母亲姓的。说完，玉爷就带着茵茵去蔡氏一族的休息间。然而路上因为黑豹仔仔的缘故，很快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。那个女孩秦小小也注意到了这边。救命啊！我就上了个厕所，你们这边发生什么事了？救命啊！他要咬我！听到此言，茵茵一脸懵。黑豹仔仔只是看到你飞快向我冲来，他本能的吼叫只是为了让你不要靠近我。仔仔通灵，他不会伤人的。仔仔乖，你不要紧张，我没事的。没想到这个畜生这么听话还通灵。忽然秦小小在心中升起了一股想占为己有的想法。反正他刚刚就是想咬我，一只会咬人的畜生，你还袒护做什么？茵茵听到他说仔仔是畜生，顿时心里有些不舒服。师傅，你要相信我，仔仔没有想咬他。这仔仔是我一手养大的，我自然了解。周家丫头，我家仔仔是很通人性的，就算他有攻击的行为，也是他觉得你有威胁了，所以才会低吼。你蛇啊！你既然知道我是周家的小姐，你还对我这个态度，我说那只畜生想咬我，那就是真的想咬我。秦小小这个样子，完全就是一副被宠坏了的。正当茵茵想反驳时，她的身后来了一群保镖。你们干什么去了？怎么才来啊？对不起，小姐，您跑得太快了，我们没有追上。真是个废物！我爸让你们来带我回去，你们连脚步都跟不上，现在还差点害我被这个畜生咬了。为首的保镖听着秦小小的话，是敢怒不敢言。明明就是自己要半路逃跑，然后跑进别人的休息间，还怪别人的宠物要咬自己，真是服了这大小姐。呸！我现在命令你们把这只畜生给我牵走，我要回去好好收拾它。小姐，这怕是不好吧？我让你把它给我牵走，你就只管照做，别忘了这个会场都是我家开的。你凭什么带走我的仔仔？凭什么？就凭这是我家的地盘，我是周家的大小姐，我想要的东西就得拥有。周家丫头，你未免也太得寸进尺了。我蔡氏一族好歹也是你们的客人。我管你什么蔡氏，本小姐就从来没有听说过。反正我今天就是要带走这只畜生，你们谁敢拦我？你没听过，只能证明你的无知。你以为你是什么？你说带走就要带走，你配吗？这是谁家的小孩啊？竟然这么大的口气啊！居然比周家大小姐还厉害，难道她有什么背景吗？众人小声的议论着，也只知道她是玉爷的徒弟。你这个小贱人，你居然敢这么对我说话，看我不打死你这个小贱人！你们快去把那个小贱人给我抓过来啊！此时没有一个保镖敢往前冲，毕竟黑豹仔仔的威慑力摆在众人的眼前。朴总你好，没想到今天能在这里碰到您。说话的人是秦小小的妈妈秦静雅，也就是周家夫人。秦夫人，今天是我外甥女茵茵参加品食大赛的日子，我这当舅舅当然要来捧捧场了，更何况我还是今天的特邀嘉宾。这样啊，那您的外甥女在谁的门下？您告知一下，我现在就带您进去看看。我记得茵茵在蔡氏门下。好的，朴总。就在秦静雅带着蒲总走到蔡氏休息间门口时，却发现这里围满了人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秦夫人，是蔡氏休息间里面有人打起来了。蔡氏休息间不正是茵茵的休息间？秦夫人，要是茵茵在你们场地出了什么事，你们一个也别想走。当朴槿走进去时，两边的人都打了起来，而茵茵被仔仔保护着，便没人敢动茵茵。给我狠狠地打死他们！此时他的妈妈走了过来。妈妈，你来了，你看我今天发现了什么？是一只通灵又听话的畜生。你给我住嘴！朴总，真的是万分抱歉啊，我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。此时朴槿根本就不理会秦夫人的道歉，而是看着躲在仔仔身后的茵茵。茵茵，你没事吧？舅舅来了。舅舅，茵茵好怕。
朴总居然是这个鹰眼的舅舅，看来某些人今天要被打脸了。听到此言，秦静雅连忙开口说道：“你们都给我住手，全部给我滚出去！”众人听到后，立马准备纷纷离场，但朴槿突然怒斥众人：“我看你们今天谁敢走，立马给我派一支安保队来，我倒要看看今天谁敢在我面前撒泼。”朴总，您千万不要动怒，这件事不过就是小孩子的打闹罢了，您千万当不得真啊！不要当真，你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你有什么资格来跟我说不能当真？秦静雅被对得哑口无言，只能低着头听着朴槿的训斥。我是唯一的外甥女茵茵，我生怕她磕着碰着，你的女儿居然还想打她，我看真是给你脸了。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轻易算了的。这句话无疑就是给秦静雅下了最后通牒，毕竟以朴槿的手段要报复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族是非常轻松的。朴总，我求您了，我女儿还小，她真的不懂事，您就原谅她吧。秦夫人，这不小了吧？我看你怕不是生了个智障吧？秦静雅听着朴槿讽刺她，但她依然不敢开口说话。你说谁是智障呢？我看你才像个智障。这女儿真是坑娘。秦夫人，你可当真是交了个好女儿啊！我要不是看在你们两个都是女的，我早就闪你们了。你们给我等着吧。妈妈，你别跪着了，你没事吧？你个蠢货，你自己非要寻死，还要拉着全家人陪你一起，你把全家人都害了。另一边，朴槿抱着茵茵回到了宾利车上，打算带着茵茵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。舅舅，我没有受伤，而且等会我还要去参加品试大赛，我不能离开的。什么品试大赛都没有你重要。茵茵，你要是想要一个冠军，哪里还需要大费周章？朴槿本来就是玉石界的龙头老大，他说颁奖给谁，谁就是冠军。舅舅，可是我都答应师傅要取得名次了，我不能言而无信的，而且师傅对我很好的。既然茵茵如此坚持，那我们就不去医院了。那茵茵在车上等我一会好不好？好的，舅舅。我要你立刻去压低周家的股份，3天之内我要让周家破产。朴总，那个不知死活的丫头片子呢？那个嚣张跋扈的丫头就直接派人处理了吧，这样的祸害留着干什么？朴槿本来就不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他的好温柔只会对家人。看来那些兄弟们又有活干了。他们要是管好自己的孩子，今天可能也不会有这样的下场了吧。之后，茵茵就被朴槿重新带回了会场。然而没想到那个祸害蔡白桃又出现了。最小女孩骑着大黑豹去参加比赛，此时蔡老和晚辈们前来祝贺，但是这个蔡白桃却心怀鬼胎。接上集。蔡爷爷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茵茵都没有发现您。我也是刚刚才到。叶茵，我听旁人说有人要强占你的黑豹仔仔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因为我的朴舅舅刚好来了，就阻止了这一切。叶茵，我记得你的舅舅不是商游吗？蔡老头，茵茵又不是只有商游一个舅舅，眼前这位玉石界的龙头老大朴槿也是茵茵的舅舅。什么？玉石界的龙头老大朴槿也是茵茵的舅舅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傻眼了吧？你这个心思不正的丫头片子！此时蔡白桃心里恨得牙痒痒，怪不得平日里眼高于顶的玉爷居然会看上这个平平无奇的小屁孩，原来是他有这般逆天的家世。可为什么我是个私生女？这老天对我不公平啊！此时蔡老察觉到了蔡白桃脸上狰狞的面容。若非我没有权力处理这蔡白桃，家主目前又不在家，就凭他把自己的哥哥推下楼梯，早就把蔡白桃丢出蔡家了。蔡爷爷，师傅，比赛还有半个时辰就开始了，我先去跟舅舅吃饭了。茵茵一早上都还没有吃饭呢。那茵茵快去吧，比赛手续什么的，我和你师傅都会给你准备好。好耶，谢谢蔡爷爷和师傅。之后朴槿就带着茵茵离开了。10分钟后，比赛前的提醒铃声响起了。易老头，我们先去给茵茵领牌号吧。此时蔡白桃全程都跟着他们一起，心里好像还在盘算着什么，时不时还偷着乐。易老头，茵茵是5岁没错吧？没错，茵茵就是5岁，好像快5岁半了。你们确定没有搞错吧？我们这里最小的参赛者就是9岁，这还是5年前创下了年纪最小纪录。没错没错，就是5岁。5岁的小神童，当真是玉石界的天才啊！此时工作人员见证这年纪破纪录的一刻，心里也是万分开心。5岁怎么了？能不能赢还是另一回事呢？得意什么啊？10分钟后，茵茵被舅舅带回了休息室。叶茵，等会就是品食大赛的初赛，你不用紧张，正常发挥就行了。初赛是跟你上一次在蔡家做的品食练习是一样的。我知道啦，蔡爷爷。此时茵茵嘟起小嘴，众人都觉得可爱极了，而一旁的蔡白桃心生嫉妒，恨不得现在就将茵茵弄死。茵茵，你听好了，我给你讲一下品食大赛的规矩。此时一旁的蔡白桃听着玉爷讲的规矩，发现玉爷遗漏了一个步骤，他心里阵阵窃喜。估计是蔡氏这么多年都没有出一个冠军，所以玉爷也忘记了吧。茵茵，你等着出丑吧。10分钟后，品食大赛终于到来了。在裁判员宣布比赛开始的时候，坐在特邀嘉宾席位的朴槿打断了他的话：“裁判，我要求等会开始。”怎么了，朴总？你去给我的外甥女茵茵搬一个椅子来。茵茵站着比赛太累了。那个5岁的茵茵就是朴总的外甥女。估计这裁判现在也蒙圈了。朴总，我马上就去给茵茵搬个椅子过来。我宣布比赛延迟开始。
抽着狗腿这样，简直是人间真实。没办法，谁让人家有个大老舅舅呢？等到茵茵坐到椅子上后，比赛终于开始了。然而大赛才开始10分钟不到，茵茵就把每一个石头的品质都排好编号了，直接按下了结束铃。去他们，这也太快了吧！是啊，我也觉得太快了，会不会是作弊了？听着旁人传来质疑茵茵的声音，朴槿立刻坐不住了。比赛公平、公正、有效，谁不服就站出来让我看看。顿时场地里鸦雀无声，因为他们都知道朴槿是玉石界龙头老大，如果想让外甥女当第一，根本不需要作弊。还是不要瞎说了，茵茵只是排好了序，至于结果还说不准了。另一边，蔡白桃看着茵茵回到了朴槿身边，朴槿还一副宠溺的眼神，蔡白桃简直恨红了眼。我真恨那一天没能把茵茵推下楼梯，如果还有下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要除掉你。蔡白桃看着朴槿那边的方向，他没有发现蔡老一直悄悄地观察着他。蔡白桃小小年纪，心肠就如此歹毒，日后恐怕会成为一大祸害。茵茵，上次我们说好了，下一个要拜访舅舅家，还记得吗？舅舅，茵茵可是一个诚实守信的人，当然不会忘记与舅舅的约定。舅舅可是算了一下，还有1个星期就到期限，到时候我派车去商游家接茵茵，好不好呀？好的，舅舅。看着比赛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，朴槿决定带着茵茵出去走走。2个时辰后，朴总，排名已经出来了，茵茵是当之无愧的第一。茵茵听到这个结果，心里很开心，但这结果也在她的意料之中。我就说我没看错茵茵那丫头，这么多年我蔡家总算出了一个得奖者。蔡老头，你也不看看是谁教出来的徒弟，你等着看吧，茵茵迟早给你拿个总冠军回来。茵茵小师叔真是厉害，裁判切实后，那些质疑的人都纷纷闭嘴了。这个我看见了，真是啪啪打他们的脸。此时茵茵跑进了休息室，就听到了众人兴高采烈的欢呼声。茵茵，这本图籍是下午10强比赛你能用得到的，你要好好看看，下午的比赛可不光是辨认排序这么简单。好的，师傅。这本图籍是玉爷从业这行多年亲手写下来的经验，玉爷本来想之前给茵茵的，但是这几天给忙忘了。茵茵，即便你记不住也是正常的，毕竟这里面内容太多了，你千万不要有心理压力。师傅，我会尽力的。茵茵低下头，看着这本玉石图籍，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笑容。舅舅，下午你也会观看比赛吗？舅舅会陪着茵茵一起比赛，然后我再亲自把你送回去。谢谢舅舅。茵茵，舅舅还有事，那舅舅就先走了。之后朴槿就打算去处理周家的事情了。半小时后，看完图籍的茵茵突然开口说道：“师傅，我已经全部记下来了。”茵茵，你真的记下来了吗？茵茵，你可不要乱说，那么厚的一本图籍你能记下来吗？蔡白桃是坚决不信茵茵能够记下来的。如果你不信，你可以尝试考一考我啊。蔡白桃毫不客气地拿走图籍，眼神不屑地说道：“好，那就由我来考考你。第247页第1个玉石名字叫什么？”哪有人这样抽问的？这谁记得住啊？一般不都是问什么颜色的原石对应什么品相的名字吗？蔡白桃，你这怕不是在故意刁难小师叔茵茵吧？怎么了？我这样的问法不是更加能够考验小师叔茵茵的记忆力吗？我觉得挺好的，而且小师叔都还没有说话，你们出来说什么？还是说你们觉得小师叔回答不上来？他这一席话对的众人哑口无言。小师叔，你不是说你已经全部记下来了吗？那你就回答我的问题呗。第247页第1个玉石是 A 级翡翠油轻重，你觉得小师叔说的对吗？被震惊到的蔡白桃久久说不出话。蔡白桃，你说话啊！小师叔茵茵回答的正确吗？这蔡白桃怎么突然就哑巴了？真是急死个人！玉爷知道蔡白桃不愿意公布答案，便开口说道：“茵茵回答对了，他说的没错，正是 A 级翡翠油轻重。这本书是老夫亲自编写，老夫记得清清楚楚里面的内容。”太好了，看来我们决赛夺冠有希望了。茵茵小师叔真是神童啊！此时玉爷走到了蔡白桃的面前，低声说道：“蔡白桃，你做不到的事情，不代表茵茵也做不到。”此时蔡白桃眼神不甘地看向茵茵，此时茵茵小脸上依旧保持着刚刚的笑容，可在蔡白桃看来，这笑容很讽刺。刚刚算你蒙对了，现在我继续问。之后蔡白桃不死心的连续问了茵茵7个问题，结果茵茵都是对答如流，不死心的蔡白桃最后还是死心了。这本图籍我曾经在玉爷的书房偷偷看过，但我可是花了足足2年的时间才记住，凭什么茵茵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完全记得？这真的就是平庸者跟天才的区别吗？此时蔡白桃的内心开始极度的否定自己，她真的很不甘心。3个时辰后，决赛终于开始，茵茵凭借着看透石头的能力，用了10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完成了排序。她这一离场，让其余9个参赛者的压力倍增。2个时辰后，茵茵意料之中获得了冠军，众人都很开心，但蔡白桃的脸色却不一样。等着吧，这个小蹄子就要丢人了。茵茵小朋友，获得冠军的人可是要为现场的大家表演一个小才艺，不知道茵茵有没有什么小才艺啊？来了来了，我期待的一幕终于来了。你不是小神童吗？天之娇女吗？在这台上还不一样的丢脸。现场有很多摄像机照着茵茵，他们会录制整场比赛。这时的蔡老跟玉爷对视一眼，纷纷自行愧疚，而茵茵对着主持人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笑容。你想干什么？
这是什么曲子啊？太好听了吧？可不是嘛，好听的我都快要哭了。没想到外甥女茵茵还有这般才艺，真不愧是我的徒弟，还真是深藏不露啊！咱们蔡家能结识茵茵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我就是把脑子想破，也想不到5岁的茵茵会吹唢呐。现在到底要怎么办才可以除掉茵茵啊？等着吧，茵茵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除掉你。我已经为大家献曲一首，大家要开心哦。今天真是感谢我们的冠军茵茵为大家带来的欢乐。茵茵，你辛苦了，你现在可以下去休息了。好的，那我走了啊。我宣布本次匹试大赛完美结束。至此，茵茵的大名响彻整个玉石界，小小年纪的她成为了一代传奇。师傅，蔡爷爷，今天就由朴舅舅送我回家了，你们回家路上小心哦。茵茵也要注意安全。茵茵，等蔡爷爷有空了会去看你的。好的。茵茵，我的司机去处理事情去了，应该一会就会来。茵茵可以陪着舅舅四处走走吗？当然可以了。1块9，1块9。茵茵，你跑慢点，别摔着了。舅舅，茵茵想喝这个。好，舅舅给你买。老板，这娃哈哈怎么卖？这4瓶5块9。老板，我只有美钞，这个你们要吗？这是什么钱？我没见过，我不要。那你这里可以刷卡吗？不可以。那你等我的司机来了，我让他付钱。这可不行，你这人怎么这个样子？拿了我的东西还不付钱？我不是不付钱，是等一会付。那可不行，不付钱就把我的东西还给我。我最后告诉你一遍，我不是不付钱，是我等一会付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茵茵险些就被车撞了。该死的茵茵又被他躲过一劫。你干什么呢？你不知道看好你的孩子吗？着子可不要赖上我啊！茵茵，你没事吧？舅舅，我没事的。不过这个蔡白桃真可恶，居然把我往马路上推，还好舅舅及时救了我。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你是蔡家的人吧？这件事我绝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不是的，您听我解释，我刚刚是想跟小师叔茵茵玩呢，我不是有意把她推到马路上去的。听到此言，朴槿冷笑一声：“我管你是不是有意的，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刚刚茵茵差点命丧车下，这是事实。我看你们蔡家人如何给我交代。”我真的不是有意的，请你相信我。你这种心思恶毒的女人，不要离我这么近。舅舅踢得真是好，这个蔡白桃把我的小师哥推下楼梯，害他到现在都下不了床。朴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把这个丫头片子带上，我们去蔡家。另外，把这娃哈哈的钱付给这个摊主。不用找了。大好人呢，这钱抵得上我摆摊1年了。这个蔡白桃怎么没回来？谁知道呢？他说他肚子疼要去厕所，你管他做什么？他又不是不识路。朴总，茵茵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哼，你们蔡家可真是厉害啊，教出这样的好弟子。听到此言，蔡老先生一脸懵。朴总，敢问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这蔡白桃怎么呢？我告诉你们，今天不给我个满意的说法，你们蔡家也就别想在这里混了。听到此言，玉爷跟蔡老先生相视一眼，心里大概也都明白了。朴总，您先不要着急，有什么事情我们进屋说。舅舅，蔡爷爷和师傅对茵茵很好的，我们就进屋说吧。既然茵茵开口了，那我们就进去说吧。之后，朴总就把马路上的事情说了出来，门中弟子很是吃惊，他们都没有想到师妹蔡白桃居然是这种人。蔡白桃，你居然又对茵茵下手，蔡老头，这次我们可不能再姑息养奸了。你说的这个又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这还不是第一次发生？蔡老犹豫了一下，语气十分抱歉地说道：“是这样的，上一次茵茵在2楼的时候，也差点被蔡白桃从楼梯上推下来。”你们蔡家真是好大的胆子！你们既然知道这个蔡白桃想害茵茵，为什么不早做处理？非得等到现在？难道茵茵就是你们蔡家赢取荣耀的工具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是因为蔡白桃身份不同，她并非是蔡家门中弟子，而是我们掌柜的孩子。她这样的身份，我们只能先等掌柜回来再做处理，我们不可逾越权限啊！说什么不敢逾越权限？这只是你们顽固不化的借口，就是因为你们的管理方式过于古板，今天才险些酿成惨剧。听到此言，蔡老惭愧地低下了头。朴先生，您放心，这件事我们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最好是这样，否则我也不介意亲自动手。来人，把蔡白桃押去偏房，好生看管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能去看望他。这件事的后续我会派人跟进，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。师傅，蔡爷爷，那茵茵回家去了哦。茵茵再见，茵茵再见。既然茵茵我给你们送回来了，我还有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那你路上小心。到了第2天，蔡白桃的处分下来了。经过昨夜我们联系了蔡掌柜，现将蔡白桃永久地赶出蔡家，并且剥夺姓氏，终身不得踏入帝都。
其实蔡白桃最看重的就是名声，现在她被赶出了帝都，并且还剥夺了当初她母亲用命换来的姓氏，这一点就已经让她生不如死了。然而当商游从玉野口中得知蔡白桃曾多次想谋害茵茵，彻底坐不住了。蔡白桃，既然你想谋害茵茵的性命，那你就别想看见明天的太阳。然而另一边，茵茵却在睡大觉，她不知道蔡白桃已经走在死亡的路上了。茵茵，你下个星期就要去普舅舅家里了，你会不会想舅妈啊？当然会呀，茵茵肯定会想舅妈的。茵茵，你都来我们家大半个月的时间了，也没有带你出去玩过，要不今天舅妈带你出去快乐快乐吧？好呀好呀，茵茵最喜欢出去玩了。做完准备之后，柳青就打算带着茵茵出发了。出去玩自然是不能带着黑豹仔仔的，就带着3个女佣离开了。20分钟后，舅妈和茵茵几人来到了附近，瞬间就引来了路人的注意。天哪，这两人什么身份啊？出来玩居然还带女佣，这也太有钱了吧！是啊，你看那个女人手里牵着的小女孩，感觉她好幸福啊。路人的话层出不穷，传进茵茵的耳朵里，茵茵心里很开心。茵茵，你想不想吃冰淇淋呀？舅妈要给我买的话，那一定很甜，所以舅妈我想吃。你去给茵茵买个冰淇淋。是，夫人。女佣刚刚离开，就走来一个穿着青蛙服的人，还递给茵茵一个小熊玩偶。咱们茵茵还真是太可爱了，就连工作人员都忍不住送你东西。此时茵茵没有注意到舅妈说的话，而是盯着眼前的人。我总感觉眼前这人给我一种好熟悉的感觉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。茵茵还在思考时，眼前之人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立刻就离开了。小小姐，您的冰淇淋买回来了，谢谢。此时茵茵看着手里的冰淇淋，完全就把刚刚的人给抛之脑后了。少主，我们来游乐园干什么？不是说要去拿回项链吗？我的事你少过问。此人乃是荣铸成，他刚刚在送给茵茵的小熊玩偶上装了一个定位器，这几天他还一直盯着茵茵家。项链就在这游乐园里，只不过是戴在一个人的脖子上。哦，少主，你告诉我是谁，我把他弄过来拿到项链不就好了吗？实在不行，直接杀了取项链。不行，不能伤害他。没想到一向心狠手辣的少主居然不让伤害他，这可是开心力的存在。此时09内心充满了好奇心，另一边茵茵在追着蝴蝶玩。此时2名警察走到了舅妈跟前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打扰一下，请问您有见过这个人吗？柳青随便看了一眼，随口说道：我没有见过。救命啊！舅妈，快救我！你这个坏人，快放开我！你快把茵茵给我放下来！猖狂，实在是猖狂！古祭司够极挑强了，伏法之前居然还想要反抗！我警告你，你赶快把我的茵茵给我放下来，否则老娘抓到你，老娘定要把你大卸8块！你要是不想这个小女孩死的话，就别给老子捣了！这小女孩第一次跟着舅妈去游乐园，不料人贩子抱起小女孩就跑，接上急。你这贼人，给我放下茵茵！你若敢再追，我立刻杀了这小女孩！听到茵茵可能会有危险，舅妈赶紧停了下来，她立刻报了警，还给老公打去了电话。老公，大事不好了！她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字不差地告诉了商游，商游立马就派人联系了那一片区域的警察局局长，并且下了死命令，必须要把茵茵救出来，否则他就废了。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这人怕是不想活了吧？在商游赶到现场之时，比他早一步到来的还有警察局局长。此时游乐园已经被里里外外的包围起来了。怎么了，老婆？你别难过，你放心，茵茵肯定不会出事的。现在怎么办啊？都怪我今天要带茵茵出来玩，茵茵才被那个人贩子拐跑了。要是茵茵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。此时商游安慰着柳青，而另一边的角落里站着2个人，他们知道了刚刚发生的事情。少主，刚刚被拐跑的人难道就是我们的目标？是的。听到少主的回答，09很是震惊。然而此时一位警员发现了他们。你们是工作人员吧？工作人员也请离场。你去疏散其他人就行了，你不用管我们。警员没听出09话中有话的意思，还是坚持说道：不好意思，现在园区里面有恶徒，你们还是离开吧。09懒得再听他废话，把一个小小的徽章丢给他，上面印着天启2字，这是身份的象征，是小小警员不配接触到的东西。警员是个聪明人，所以他没有犹豫就离开了。根据小女孩茵茵身上的 GPS 定位器，那个人贩子还在游乐园里，而警方已经封锁了这里，所以人贩子肯定不会跑出去的。那我们现在就立刻行动。记住，你千万不可以伤害他，这已经是我第3次警告你了。我明白了。不一会，少主荣铸成便大致锁定了茵茵的位置。我知道你在上面，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老老实实的把茵茵给我，或者我来了结了你，2选1，我只给你5分钟的时间。这个惯犯听到下面人的叫嚣，并没有理会，而是对这个小屁孩产生了好奇。小屁孩，你到底是谁的孩子？为什么今天这警方出动的这么快？此时茵茵不吵不闹的坐在座位上，脸上也不见害怕的表情。我是谁的孩子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妈妈去世了，我也没见过我的爸爸。你在逗我玩呢？算了算了，我管你是谁的孩子，反正现在落到了老子手里，把老子逼急了，我就把你丢出去。叔叔，我劝你还是把我放了吧，不然最后倒霉的肯定是你。你给老子闭嘴！你以为老子是夏大大？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我感觉这下面的警察数量有点太多了吧？看着面前已经惶恐不安的人贩子，开口奶声的说道：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但我舅舅叫商游，今天带我来游乐园玩的人是我舅妈。
商游在帝都被称为冷面阎王，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存在，人贩子张翔自然也听说过。我也太倒霉了吧，在游乐园随手抱走一个小屁孩，竟是商游的外甥女，这说出去谁信呢？人贩子张翔是越想越后怕，最后一屁股瘫坐在地上。然而经过短暂的绝望之后，又立刻站了起来。老子现在都已经这样了，还怕你什么商游舅舅？你可别跟老子再耍什么心眼，把老子逼急了，我现在就给你丢下去。叔叔，我要是你的话，就投降了，这样可能还可以落得一个从轻发落。人贩子内心忐忑不安，不停地在心里安慰着自己，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安全离开。都不要轻举妄动，我们必须保证人质的安全。你们都给我往后退，否则我就把这个小屁孩弄死。听他的，快点退！张翔，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你要什么都可以商量，孩子是无辜的。人贩子张翔见自己这样居然真的可以威胁到警察，浑身的紧绷感瞬间就少了。你们给我往后退，并且我还要一辆车外加5000万巨款，你们快点去给我准备。5000万，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答应他，区区5000万算得了什么？张翔，商总已经同意给你5000万，只不过没有现金，只有支票。听到警察局局长的话，张翔在心里寻思了一下，不行，我必须要现金，我不要支票。要现金也可以，但是我需要时间准备，并且我郑重的警告你，如果你要是敢伤害茵茵一丝一毫，你不仅钱得不到，命也没有了。商游从来就没有受过任何人的威胁，更别说什么坐地起价了，这已经是首次破例，这一切都是为了茵茵。就在张翔低头思考时，顶级特技异常激烈的人贩子张翔，此时荣柱成飞奔的接住了茵茵，谢谢你救了茵茵。然而荣柱成却冷漠的说道，如果你不能照看好她，那就将她交给其他人。荣柱成无疑是有一些责怪柳青的，如果柳青将茵茵看好了，也不至于会被张翔拐走。茵茵是我家的孩子，不会有其他人比我们还着急，请你把孩子还给我们。至于照看问题，这是我的家事，轮不到你来教训。再怎么样，柳青也是商游的妻子，是不会看着荣柱成责怪柳青的。大哥哥，这是我舅舅和舅妈，他们不是坏人。说这话时，茵茵一直看着荣柱成，她一直都觉得眼前之人很熟悉，但是就是不知道他是谁。舅妈，我没事的，你不用自责。茵茵安抚了舅妈后，又转头看向大青蛙，大哥哥，我们认识吗？你能不能把头套取下来啊？荣柱成没有回答。这时一旁的林九走过来，对着荣柱成小声的说了什么。不了，我们不认识。说完这句话，就转身跟林九一起离开了。茵茵看着他走得如此潇洒，也只能将疑惑放在心里。舅妈乖哦，不哭不哭，茵茵没事啦。安抚舅妈后，三人也就离去了。商总，这次游乐园的事件里还发生了另一件事，天启的人在游乐园里面露面了，我的人见到了他们的徽章，听说是一男一女同时出现的。商总，这可是一件大事情，我要不要上报？商游半晌没有回答，而是在心里阵阵思索着，看来帝都就要迎来贵客了。先压下来，这事不要着急，凡事由我担着，你怕什么？说完这句话，商游就将电话挂断，从小抽屉里拿出了一张照片，上面是一男一女，女的是茵茵的母亲唐兰长，男的就是茵茵的爸爸。这张照片是茵茵的母亲临终前给商游的，这是茵茵爸爸的唯一线索。茵茵会慢慢长大，她有权利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，或许我应该跟其他人一起分享这条线索。下个星期茵茵就要被他朴警舅舅接走了，到时候就把这张照片交给朴警吧。对小女孩经历人贩子事件后，舅妈连着3天都没有再带茵茵出门，表哥商直也是被吓了一跳。接上集，妹妹，你放心，以后哥哥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全家人都被这件事给吓到了，可是当事人茵茵还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，啃着吃瓜追着剧。哥哥，你放心，我以后肯定不会再遇到人贩子了。商只看着茵茵一脸的吃相，这一腔的热血都被茵茵给吃没了。儿子，茵茵再过2天就要去朴槿叔叔家里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商直有些失落，因为以后放学就听不到茵茵在喊他哥哥。与此同时，茵茵脖子上的项链成为了争端，此项链乃是调动天启城1/3兵权的信物，这是当初路边的一个小男孩临时给茵茵的，他的身份乃是君家小少主。今天小男孩终于又来了。君主小少主，你可算来了呀！荣家少主，你也来帝都了。上次你想抢我的项链，却发现项链突然没在我身上。君卓不用想都知道，这荣柱城又是带着目的来的。我这不是跟着你来的吗？看来你好像知道些什么。我知道的也不太多，就只是知道你将项链留在了一个小可爱那里罢了。听到此言，君卓愣了1秒。你知道又如何？项链如今又没有在你手里。此时君卓想不明白为什么荣柱城不去从茵茵那里抢项链，但他不知道的是荣柱城有些疼爱茵茵。荣柱城，你不过是你们荣家的一个养子，你待在家里的滋味也不好受吧？宝贝儿，我们走。势力之间明争暗斗，小小年纪的他们已经拥有着成人的心智。荣柱城看着君卓离去，眼内慢慢露出杀气。少主，我们要不要派人杀了他？不必，我倒想看看这小子要在帝都怎么将项链拿回去。09，你之后把07、05调过来，给我把茵茵看好了，我可不想让项链被君卓拿回去。少主，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，你明明有很多机会可以从茵茵脖子上拿到项链，你为什么从始至终都没有动手？这个不用你管，我自有我的想法。唾手可得的项链，荣柱城一次一次的放过，这让09心里很是酸楚。09现在知道茵茵已经成为了荣柱城的例外。
少主，根据项链上的追踪器，项链如今在商家，我们是否现在去将项链取回来？君卓心里知道项链的位置就是代表茵茵的位置，我会亲自去取回来，不需要你们动手，去查一下茵茵的身份，然后把她的照片给我。半个时辰后，那个打小就喜欢茵茵的盛世在电梯里遇到了拿着茵茵照片的君卓。盛世担心有人伤害茵茵，一回家就派人调查，原来君家有一条掌管着天启城1/3兵权的项链在茵茵那里。到了第二天，盛世就找了个理由来到了茵茵家。是哥哥回来了吗？盛世，你就说我这天天放学之后的待遇怎么样？你羡慕不？茵茵不是要离开你家了吗？我羡慕什么？你现在的待遇以后都会轮到别人享受。盛世的话就像是一泼冷水浇在商芷头上，这伤心事又被盛世提起来了。盛世，你太过分了，刺激人都不带犹豫的。到了客厅后，盛世目光有些刻意的打量着茵茵，一是为了观察茵茵是否有君家项链，二是听说茵茵前几天差点被人贩子拐跑，来看看茵茵怎么样了。哎呦，小盛世又来了，这可太好了，刚刚我还在跟你叔叔商量今晚出去吃呢，你这可来得太巧了。听到此话，众人纷纷看向柳青。舅妈，我们今天晚上要出去吃吗？对呀，茵茵你后天不是要离开我们家了吗？所以今天晚上咱们就一起出去吃大餐。阿世，你听见没？今天你可赶上了。世侄今天来的确实很巧，正好来了，大家就一起去吃吧。盛世毕竟是一个外人，跟大家一起吃散伙饭，心里是有些过意不去的。阿世，你来都来了，我们不会让你回去的。走吧走吧，咱们一起去。对呀，盛世哥哥，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吧。这次茵茵都开口了，盛世也就只好点头答应了。20分钟后，茵茵一家来到了大酒店。商总，欢迎您大驾光临。我们管事的还没说完话，就直接被商友打断。行了行了，我不想听你啰嗦，直接带我去包间。身为顶级富豪，身边有太多阿谀奉承的人，这也让商友更加爱护家人之间的真诚。这家餐厅的饭菜做得极好的，茵茵你爱吃什么？舅妈给你点。此时茵茵开心地看向舅妈，舅妈，我吃啥都可以的。茵茵说这话一下子就让舅妈犯难了，舅妈有些选择恐惧症。管事的，那这菜单我就不看了，你全都上一份吧，今天让咱们茵茵都尝一下。此时管事的愣住了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见点菜这么豪迈的，要是菜单上的都做一遍，起码值一套别墅了。发什么愣啊，去上菜吧。是，我马上让后厨去做。舅妈真是个花钱能手，不过还好舅舅足够有钱。饭过3巡，茵茵吃的是又饱又尽兴。茵茵，你要是觉得好吃的话，咱们下次还来这家。一旁的管事听到此话，心里乐坏了，但柳青突然又失落了。茵茵一共有5个舅舅，每个舅舅照顾1个月，那等他再次轮回来也得4个月了。跟你一样等4个月的又不止你，朴景等人还在后面候着呢。至少茵茵第一个选择的是拜访我们家。听到商游的安慰，柳青低落的心情一下子好了不少。既然都吃完了，那咱们就走吧。走到酒店门口后，商游突然开口问道：世侄，你现在是作何打算？盛世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就被商芷抢先回答了。爸，阿世跟我们一起回去，今晚在我们家睡，明天就可以跟我一起去学校啊。老公，明天儿子学校有下棋比赛，2个孩子可以一起去，然后我也可以顺便带着茵茵一起去看。商游听到儿子和老婆的话，但目光最后还是停留在盛世身上。世侄，你觉得呢？我还是想尊重你的意见。叔叔阿姨，那我就打扰你们了。盛世本来就想找个机会去商家住一晚，调查一下茵茵那里有没有项链，现在正好连借口都不用找了。之后一行人便坐车回到了商家。然而盛世刚进入自己晚上睡觉的客房，商芷就走了进来。阿世，明天你一定要帮我呀。盛世看着抱着被子的商芷，表情变得有些嫌弃。你把你的被子抱过来干什么？难道你还想跟我一起睡？商芷认真的点了点头。对呀。我感觉你这神情不对劲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阿世，明天大赛你帮帮我呀。你也知道我这下棋技术不行，那你想要我怎么帮？就是比赛的时候你帮我作弊。随即商芷伸手递给盛世一个迷你无线耳机。比赛的时候是2对决的，你指挥我怎么下就好了。不行，那如果你妈妈知道了你比赛作弊，该有多生气呀？但是如果比赛我拿个垫底，我妈肯定会更生气。阿世，你要是可以答应我的话，什么条件都可以商量的呀。听到此话，盛世似乎愿意了。如果我答应帮你赢了比赛，你要怎么谢我？只要你帮我拿到名次，你说啥就是啥。那好，明天我帮你作弊。商芷虽然比盛世大些，但心智却不如盛世，欠下的人情岂有不还的？那你先休息吧，既然你都答应我了，我就回房间了。此时盛世心里还在盘算着如何找寻那条项链，毕竟茵茵有时候也不带在身上。等晚点，我也该去茵茵的房间了。醉的茵茵即将要上小学了，舅妈打算忽悠茵茵跟自己儿子上同一所学校。接上集，第2日清晨，茵茵，你马上快要上小学了，要不你就跟你哥哥商芷上同一所小学吧，以后舅妈也好来看你。听到此言，茵茵忽然瞪大眼睛，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快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了。上小学？对呀，哥哥读的学校是地都最好的国中，等会舅妈带着你去看看学校。只要茵茵读了这个学校，即便以后茵茵去了其他舅舅家里，我也可以找机会去学校看她。看舅妈这神情，估计是想让我读这个学校吧。舅妈，那
那我就读这个学校吧。茵茵真乖。哎呦，小盛世你来了，昨晚睡得怎么样啊？我儿子商止没有打扰到你吧？阿姨，昨晚我睡得挺好，商止没有打扰我。昨晚我半夜偷偷跑去茵茵卧室，差点就被黑豹仔吓到了。不过我也确定了，那个掌握天启城1/3兵权的项链就在茵茵那里。早餐过后，舅妈和孩子们一同去了学校，而商止和盛世在同一辆车里。阿世，昨晚我给你的作弊耳机你戴上了吗？阿世，我现在好紧张啊，你可不能给我掉链子啊！到时候比赛你帮我作弊进入前10就行了，不然我比赛垫底的话，我感觉我妈会吃了我的。我知道啦，你这就是典型的平时不努力，临时抱佛脚。10分钟后，一行人都来到了学校，舅妈当即决定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现在就帮茵茵提前报名小学。舅妈，你就这么着急给我报名吗？而且现在也不是报名的时间啊。现在来都来了，趁现在你哥哥比赛还没有开始，舅妈先带你去报名。咱家是这学校的股东，我想把你安排进来还不容易吗？那好吧。校长，那什么，给我外甥女安排个1年级一班，等她想来读就来读。好家伙，知道在这是在报名，不知道这还以为这是再吩咐下属呢。校长也是个打工的，在股东面前可不就是个下属吗？就这样，茵茵就稀里糊涂的报了名，提前成为了1年级一班的学生。阿世，我现在好紧张啊，万一等会出了意外怎么办？我妈还在上面看着呢。你操心的不应该是这个，应该是这个无线迷你耳机会不会被现场的摄像机拍到？这肯定是不会，你可以放心，我当时买这个耳机可是花了大价钱。听到此言，盛世可算是对商止放心了一次，然而意外却发生了。本次比赛的参赛选手一共是60个人，一共分为2队，2两对决，落败的一方被刷下，没有落败的人就一直坐在桌子上进行车轮战。然而商止和盛世被分到了不同队。完蛋，这盛世一旦进行车轮战去了，我怎么办？以盛世的实力，肯定可以一直坐在桌子上进行比赛的。商止千算万算，居然没算到今年的规矩是这样的。此时商止想死的心都有了。商止已经预料到了自己回家的惨样，他悲催的转过头，看了一眼柳青跟茵茵，而茵茵立马对着商止甜甜一笑。茵茵知道商止绝对是遇到问题了。茵茵，你能笑出来，你哥我就笑不出来了。商止跟盛世对视一眼，两人十分有默契的离开了座位，估计是商量对策去了。而茵茵也一直注意着哥哥，就悄悄溜了出去。看来你的作弊方案行不通啊！完了呀！谁知道今年的规矩是这个样子的？肯定是因为今年的参赛选手太多了，所以才会分成2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凭自己本事吧。你不是会下吗？说不定在场会有比你下的还菜的人。说完这句话，盛世就离开了。就在商止也想离开时，茵茵走了出来。哥哥，你不开心呀？你怎么进来的？这门又没锁就走进来了啊？茵茵眼神一瞥，发现了盛世遗留在桌子上的一只蓝牙耳机，她似乎明白了什么。哥哥，你怎么这么菜呀？围棋都不会下。好你个小白眼狼，你怎么知道我不会下？你哥再怎么样也比你好。我才不信。哥哥，你想赢吗？如果你想赢的话呢，你就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哦。此时茵茵妥妥是一副奸诈的表情呀。商止也不知道茵茵的目的，但也无奈的点头答应。5分钟后，茵茵心满意足的回到了座位上。茵茵，你刚刚上哪去了？我刚刚上厕所去了。你这孩子，去厕所也不跟我说一声，吓死舅妈了。我没事的，舅妈，你快看盛世哥哥，这孩子真的是好有天赋，他才刚刚上场，对手就已经快招架不住了。成功转移注意力后，茵茵不动声色的将耳机戴在了自己的耳朵里。这次我非要把商止哥哥送上第一不可，看他以后还敢小瞧我不。10分钟后，终于轮到商止上场了。此时茵茵还给商止比了个 OK 的手势。也不知道茵茵到底靠不靠谱，站在这真是煎熬啊。当比赛开始后，茵茵通过蓝牙耳机一步一步教商止下棋。商止他们下棋会被投影在大屏幕上，茵茵也可以看到。短短3分钟，棋盘上的局势一边倒，就连商止都没意识到茵茵下棋这般厉害。此时一旁的柳青非常的满意，还以为儿子背着他偷偷下功夫了。看来我还是小看商止了，他还真的是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菜嘛。商止感受到了盛世的目光，心里有一丝丝的露怯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2队两边就只剩下了商止和盛世了，他俩即将进行终极对决。此时商止也不清楚茵茵是否能赢过盛世。看来你的作弊候选人里面还有其他高人啊。商止就知道这件事肯定是瞒不住盛世的。阿世，我也没想过能瞒住你，不过这个人是谁我不能说，这茵茵嘱咐过我不可以跟任何人说，我也没办法。我很想知道你背后帮助你的人能不能赢我。听到盛世的话，这下商止算是明白了，这是觉得自己遇到对手了。到了后场后，老师一脸的兴奋。商止同学，你今天真的是给了老师好大一个惊喜啊，没想到看你平时不怎么样，但是暗地里这么用功，老师真的是太高兴了。此时走进来的柳青和茵茵刚好听见了老师的话，柳青也是十分开心，她觉得孩子给她争光了。然而商止心里却有一种负罪，这一点被茵茵注意到了。茵茵走近后小声的说道：哥哥，既然觉得自己对不起今天赢的这份殊荣，那以后就要努力的学习啊，可不能像以前那样贪玩了。就是茵茵这轻飘飘的一句话，导致了今后的商止在性格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改变了商止的命运。
哥哥，我可帮你进入前10了。等我以后来沐英国中读书，你可不能跟别人说我是你妹妹，这是你答应我的条件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也不知道你这个妮子怎么想的？难道承认我是你哥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吗？那倒不是，要是你告诉了别人我是你妹妹，那我以后在学校还怎么玩？有时候身份也是一种枷锁。行吧，行吧，我既然答应了你，就不会给别人说的。对了，你是怎么学会下围棋的？这是我的秘密，你不用管。商芷头脑简单，对茵茵也没有戒心，就直接这么轻易的被茵茵给糊弄过去了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个时空的茵茵是个穿越者。还有10分钟比赛开始，你带茵茵来后场干什么？我妈去校长办公室了，所以我带着茵茵，不然她走丢了怎么办？此时盛世并没有选择相信商芷的话，他察觉到了茵茵的耳朵上有个耳机。大赛一触即发，这场对决真正的对手是茵茵跟盛世。然而盛世在决赛时选择放水了，商芷感到的十分意外。阿世，你为什么要放水？我没有啊，你明明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。听到此言，盛世没有解释，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在背后帮助商芷的人是茵茵了。这是盛世心甘情愿的让步，他只是想让茵茵开心。然而茵茵却不明白盛世为什么要故意输给他。茵茵，我收到了你朴槿舅舅要提前接你走的消息，你今天就要离开我们家了。这小女孩第一次要换人领养了，舅妈一天的好心情都荡然无存。茵茵似乎也察觉到了，接上急：舅妈，你怎么呢？舅妈深吸一口气，不舍得说道：茵茵，等会回到家，你朴槿舅舅就要把你接走了，而且你朴槿舅舅的妈妈也就是你的姥姥，从国外回来了。朴槿舅舅这次想带你一起去见姥姥。听到此言，茵茵心里很是失落，纵使心里早就做好了迟早会离开舅妈的准备，但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到如此之快。茵茵摸了摸眼泪，提起笑脸说道：舅妈，你放心哦，我跟朴槿舅舅走了之后，一定会想你的，而且以后也可以在学校见到呀。舅妈点了点头，眼眶一下子就红了。回到家后，舅妈就开始着急忙慌的给茵茵收拾东西，生怕落下了什么。妈，怎么这么快收拾行李啊？茵茵不是明天才走吗？原本是明天早上，但是现在提前了。之后柳青就三言两语的给商芷解释了一遍，但商芷很舍不得茵茵，就非得这么快离开吗？对，等会你朴叔叔一来，就要接走茵茵了。商芷站在原地缓了好一会儿，才缓过神的说道：好吧。此时茵茵走上来牵起商芷的手：没关系的哥哥，反正我们以后也可以在学校见到啊。即便茵茵这么说，商芷的心情也不是很好。之后舅妈担心朴槿照顾不好茵茵，就打算写一份清单交给朴槿，里面包含茵茵喜欢的吃的喝的。之后又告诉茵茵，如果那边住不习惯，可以随时回来。老公，你今天下班这么早啊？当然了，茵茵等会要离开，我能不早点回来吗？而且我还给茵茵准备了一份惊喜。既然老公回来了，那我来给大家拍张照吧。哎，我这镜头摔了不好拍照啊。看你经常喜欢拍照，这台苹果15送你了，这是专门拿来回馈老客户的。这么好，给我也来一台啊。我今天就带了一台，但你可以去我左下角领，里头8000台苹果15和华为 Mate 60，是人人有份，填个地址隔天到家。怎么可能白捡手机？下载的基本都领到了，还能有假吗？不信你去左下角试试，是不是一打开就能看到领取界面？真有华为 Mate 60，还是顶配的？直接领够抢吗？链接在就有库存，现在还有 iPad Pro 做保底，看到视频的都能领。会不会是套路啊？这说话的功夫，我刚领的华为 Mate 60都发货了，这么快？当然，我左下角是极速链接，完成任务苹果华为秒发货，不信你去试试。那我马上去。舅舅，你到底给茵茵准备了什么惊喜啊？就是你上一次陪舅舅一起去拍卖会上拍卖下来的帝王绿翡翠，当时你不是用切下来的边角料做了2个小吊坠吗？现在吊坠做好了，舅舅跑了好远专门拿回来给你的。原来是吊坠啊，茵茵很喜欢，谢谢舅舅一直记在心里。此时茵茵的小脸上尽是开心，而商游听见茵茵说喜欢，也是笑了起来。这吊坠上面的红绳是我派人特地去缙云寺请来的，原本那净善方丈还不肯给，但是一听说是咱们茵茵要，就给了2条红绳。这红绳可以起到一个保佑福泽的作用，茵茵你可一定要收好了。茵茵知道了。10分钟后，朴槿终于到来了。茵茵，舅舅来了。说着，朴槿就要上前去抱走茵茵，但被商友打断了。你等等，你过来，我给你说个事。那茵茵等会舅舅啊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好的。在别墅里面，商游将那张茵茵爸爸和妈妈的照片交给了朴槿，还嘱咐他一定要记得去查一查茵茵的爸爸。这件事我会去查的，你放心。当商游和朴槿回到别墅门口时，茵茵已经和柳青、商芷做了告别。茵茵，等会舅舅先带你回家，咱们把黑豹黑仔放在家里后，舅舅再带你去接姥姥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对了，舅舅家里也有一个孩子，是你的哥哥，名字叫做朴怀。听到此言，茵茵惊奇地看向舅舅，我又多了一个哥哥。是的，他跟商芷是同一年出生的，只不过他不在国内读书。之后，朴槿给茵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朴家的情况。原来朴槿没有老婆，朴怀是他唯一的儿子，还是一夜情的产物。没想到我朴舅舅竟然还有这样的故事。先生好。茵茵，这就是舅舅的家，你的房间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咱们先进去看看。
然而刚进去没多久，突然有一个姿色出众的女人走了过来。你回来了，裴小姐，您注意仪态呀。李婶，我劝你别管我。朴槿，这小女孩是谁呀？李婶，快让她出去。是，先生。裴叔跟朴槿结识于一场晚会，裴叔看上了朴槿，可惜朴槿并不喜欢他这一类型，但现在居然都主动送上门来了。舅舅，她是谁呀？一个不重要的疯女人罢了。朴槿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说明白。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你的意思是这都是我一个人在自作多情吗？当初是你提出要跟我爸爸联姻的，我都没有嫌弃你有个不明来历的儿子，你还拒绝我。我想你是搞错了，是你爸为了项目想要将你送给我，我拒绝之后也是你死缠烂打，现在还闹到了我家里来。我今天还有其他的事情，如果你还要胡搅蛮缠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朴槿这番话说的那是明明白白，就连茵茵这个局外人都听明白了。没想到舅舅身边还有这么多桃花呢。朴槿，你凭什么看不上我？我都还没嫌弃你有个儿子呢。对了，你怀里的小屁孩是谁？是你外面哪个贱女人生的野种？朴槿本来是有意给裴叔保全颜面，但是现在裴叔说的这话刚好碰触到了朴槿的逆鳞。你这张嘴真的是让人厌恶至极，给我回去告诉你爸，我们的合作到此结束。李婶，他要是还出现在这里，你也给我滚蛋！李婶一听朴槿这话，立马就知道朴槿这是真的生气了，他立马上前抓着裴叔的手，强制性的将裴叔拉了出去。之后朴槿就带着茵茵去了房间。茵茵，这里以后就是你的房间了，属于温馨款式的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？舅舅，这房间茵茵很喜欢，谢谢舅舅。茵茵知道朴槿没有老婆，肯定也就一颗直男心，挑选这些小女孩的东西有点太为难她了。对比玩偶，我对刚刚那个女人好像更感兴趣。女性生物天生的八卦之心，连茵茵也不能例外。之后茵茵把舅妈整理的纸条递给了朴槿。舅舅，这是舅妈整理的，她怕你照顾不好我。还好舅妈有先见之明，不然一个单身男性还真不一定能照顾好小孩。朴槿拿过纸条，目光大致扫了一眼上面的内容，然后就带着茵茵离开了卧室，来到了大厅后，朴槿将手上的纸条交给了李婶，然后当众宣布了茵茵以后就是这个家里的小小姐，要让所有人明白茵茵的重要性。仔仔，我们往后1个月就在这里生活了，你一定要习惯啊。对于仔仔而言，在哪里都是一样的，只要有茵茵这个小主人就行了。另一边，李婶看过朴槿递给她的纸条后，也差不多了解了茵茵的口味。萧小姐，这是椰汁西米露。看着美味的吃食，茵茵一下子就精神了。谢谢管家婆婆。萧小姐可以先尝尝，要是不合口味，我再去改。半个时辰后，提醒的铃声响起了。先生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老夫人应该已经快下飞机了。我知道了，茵茵，我们该去接姥姥了。等回来之后再看动画片，好不好呀？好耶，那我们快去接姥姥跟哥哥回来吧。岁的小女孩第一次去机场接姥姥，心里紧张的不行。接上集，茵茵，你不用紧张，你这么可爱，姥姥会喜欢你的。听到舅舅的话，茵茵放松的点了点头，甚至在心里还有一些小期待。而另一边，朴老夫人和朴怀已经在机场候着了。老夫人，先生已经在路上了。这个朴槿真是从来都不守时。朴怀，我们等等吧。好的，奶奶。听说我爸找到了那个外甥女了。是的，我还见过这小孩的照片，是个挺可爱的孩子。哪里可爱了？听说那个小孩是乡下的孩子。在朴怀的认知里，他从小到大接触的都是大城市，乡下的孩子怎么能够跟可爱挂上钩？估计等会见到你爸，就能够看见他了。朴怀点了点头，心里对茵茵有了一些小小的期待。5分钟后，朴槿和茵茵走了过来。爸，你可让我们好等，奶奶都抱怨你不准时了。听到此言，朴槿很是尴尬。路上堵车耽搁了一会，朴怀没有理会朴槿，而是将视线放在了朴槿牵着的茵茵身上，随即是一脸的惊喜。原来你就是我爸爸的外甥女啊，长得也太可爱了吧！臭小子，这不就是你妹妹吗？用得着这么惊讶？乖乖，快来姥姥这里，让姥姥抱抱。朴槿看到母亲这个欣喜的模样，便放开了茵茵的小手。茵茵，你快去吧，这就是姥姥跟哥哥。我知道啦。之后，茵茵便走向姥姥那里。姥姥，你好。好，真是乖孩子，第一次见姥姥吧？以前我还是在照片上看见你呢。妹妹好可爱，我之前还以为是什么乡野丫头呢。妈，您坐了这么久的飞机也累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我在飞机上睡过了，倒不是很累。我见着这孩子很开心。对了，这孩子叫什么来着？妈，他叫茵茵。茵茵，真是个好听的名字。第一次跟姥姥见面，也没什么好送的。宝宝，把我的钱包拿过来。保镖听到后，立马把钱包恭敬地递给朴老夫人。茵茵，姥姥第一次见你也没什么好送的，就送你一张卡吧，以后喜欢什么就买啊。此时朴槿一眼就认出了这张黑金卡，此卡是上不封底的无限额度。妈，这不是我当初送你的吗？是啊，但我一个老太婆哪里用得了这么多钱？现在我就做主送给茵茵了。此时茵茵的小脸上有些呆萌，她一时不知道是收着还是应该拒绝。妹妹，你就收着吧，这张卡是奶奶给你的见面礼。茵茵，收着吧，这是姥姥的心意呀。那就谢谢姥姥啦。随即茵茵就把黑金卡塞进了衣服，还开心地摇了摇脑袋。我以后应该会是个小富婆吧？真是想想就开心。好了，天也不早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从机场回来后，朴槿简单的给2人说了一下茵茵的情况。下1个月茵茵就要去其他舅舅那里了。朴老夫人一开始听到这话还有一些失望，不过想到自己刚从国外回来，茵茵就来到了朴家，她觉得自己跟茵茵有缘，又送给茵茵一套别墅房产。
哥哥，你也喜欢仔仔呀？此时朴怀注意到了茵茵的用词，为什么是也？我难道不是第一个吗？不是呀，你是第二个，商指哥哥是第一个。听到商指的名字，他突然觉得有些耳熟。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上游叔叔的儿子？哥哥，你也跟商指哥哥认识吗？这倒不是，我没见过他，但是我见过上游叔叔。几句简单的交流之后，茵茵拿起手机看动画片去了，而朴怀却给盛世打起了微信视频。盛世，你羡慕不？你看我家里有这么大的一只黑豹，而且我新来的妹妹很可爱。我羡慕什么？你旁边那是黑豹仔仔。盛世，你怎么认识仔仔的？难不成你早就见过我妹妹了？此时茵茵注意到了熟悉的声音。哥哥，你也认识盛世哥哥啊？不会吧，茵茵，你居然认识盛世？对呀，我认识盛世哥哥，怎么了呀？此时茵茵一脸呆萌地看着朴怀，语气中满满都是疑问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我不能认识盛世吗？以前在英国贵族学校里，朴怀与盛世结识，朴怀知道盛世从不与女孩说话，很是高冷，没想到茵茵却是个例外。难道盛世与茵茵之间有什么猫腻吗？到了第二日清晨，茵茵正准备去吃饭时，却听到了姥姥在打电话，她还偷听到了。真没想到姥姥要给朴槿舅舅相亲啊！听到这个消息，茵茵感觉好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秘密一样。妹妹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哥哥，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啊，眼睛上有2个好大的黑眼圈。我有点认床，倒时差也没倒好，困死我了，但是偏偏还就是睡不着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怎么站在这里？茵茵听见朴怀问她这个问题，立马小脸上露出得意的小表情。哥哥，我刚刚知道了一件天大的事情。那茵茵你快说，我朴舅舅可能要被安排相亲了。相亲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我爸都单身多少年了啊！对了，你是怎么知道相亲这件事的？茵茵刚刚是听姥姥说的。哥哥，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就去听一听。此时朴怀还是有些不相信的走了过去。婉婉啊，我家朴槿的事情就拜托你了。他这都多大年纪了，身边都还没个女人，我也不知道在我去世之前能不能看见他娶媳妇了。您可别这么说，那你有什么要求吗？我没啥要求，你也知道，我家最不缺的就是钱了，我就希望我未来的媳妇是个贤惠的就好了。对了，他还不能嫌弃朴怀。之后朴老夫人与婉婉简单的交流后，决定今天下午就给朴槿安排相亲。朴怀站在一旁，这次是真的听清楚了朴老夫人的话。奶奶，你要跟我爸相亲啊？怎么了？你爸这么大岁数了，不应该找个媳妇吗？而且我这次从英国回来就是来办这件事的，办不好我就不回去了。那我爸知道这件事情吗？我爸这么多年一个人不是好好的吗？你怎么突然就要给他找对象啊？朴怀虽然从小没妈，但是他也是有家庭观念的呀，谁会允许自己莫名其妙多出来一个后妈呢？你爸当然不知道这件事了，我这个当妈的还不能给你爸做主吗？就是因为你爸这么多年还是一个人，所以才要给他找个老婆啊。可是好了，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这时朴老夫人转过身去，一脸不想再跟朴怀讨论这个话题的样子。朴怀心里虽然还有话讲，但也知道奶奶是个固执的人。姥姥，早上好。哎呦，我的乖乖，你睡醒了啊？姥姥，你们刚刚在说什么啊？朴老夫人犹豫了一下，开口说道：茵茵，你觉得给舅舅找个老婆，给你找个舅妈怎么样？茵茵晃了晃小脸，对着朴老夫人美滋滋的回答：好呀。妹妹，你说什么呢？这时茵茵给朴怀示意了一个眼神，朴怀便不再说话了。10分钟后，茵茵拉着朴怀走到了院子里。这时的朴怀那是一脸郁闷。妹妹，你刚刚为啥要同意啊？我可不想要个后妈。哥哥，你傻啊，这是姥姥决定了的事情，你不同意也没有用呀。你如果再说，可能还会适得其反。我当然知道啊，但是我还是接受不了自己有个后妈。虽然朴怀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妈妈，但心里确实不想要后妈。哥哥，你若是不想要后妈，还有其他的方法呀。俗话说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我们可以搞乱他们的相亲呀。